欧还大2天的剧毒冰雹席卷全球，伴随着水源污染和食物短缺，人类进入残酷的末日天灾中。不料比天灾更恐怖的却是人心。作为上门女婿的我，为刘家人做牛做马，他们却仅仅因为想吃肉，就要把我做成烧烤。我苦苦哀求他们，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放过我。榴莲，你想让3个孩子失去爸爸吗？废物！现在不怕告诉你，3个娃都不是你亲生的，林森才是他们的亲爹。给别人白养了16年，孩子都不知道，你这样的傻叉只配做我们的烧烤。幸运的是，我重生了，时间突然回到了末世爆发前的3个月。没想到我重生后的第1秒钟就被岳母马红英打了一耳光。废物，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做饭？这种情况以前的我只能忍着，但重生后的我绝不能再忍。反了天了，小畜生，你竟敢打我！从现在开始，你们家再对我有半分伤害，我必加倍奉还。以前我在刘家忍气吞声，活得就像一条狗，而现在的我突然强硬，让马红英直接蒙圈了。她嚷嚷着要去向榴莲告状，让我滚出刘家。但刘家人肯定想不到，即便他们不愿意，我也要马上离婚。他们之前欠我的，我要让他们百倍千倍的还回来。田16，你疯了，竟敢打我妈，不想过了是吧？对，就是不想过了。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我再说一遍，立刻，马上离婚，10分钟之后，民政局大门口见。田16，婚不是你想离就能离的，你难道不管3个孩子了吗？你还有脸说孩子？3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都是你跟林森的野种。这些年，你们刘家之所以让我当上门女婿，就是为了把我当免费保姆。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马上到民政局离婚。以前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会1分不剩的被榴莲拿走，因此刘家人现在根本不想离婚，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我这个免费保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次我不但要离婚，还要让他们身败名裂，让他们为之前欺负我的行为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贷款成功10万元，套路贷借款成功8万元。我从各大网贷平台上疯狂申请了100万贷款，然后全都买成了彩票，100万全买这一组号码。什么？2天后，这组号码会给我带来220亿的奖金收入，而且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刚刚重生的我，深知3个月后便是恐怖末世爆发的日子，所以在此之前，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田16，你不是要离婚吗？我已经到民政局了。我5分钟就到。末世爆发后，作为上门女婿的我，为刘家当牛做马，而他们仅仅因为没肉吃，一家人就把我做成了烧烤。所以这一世，我不但要离婚，而且要复仇。田16，你这个废物是不是疯了？竟敢打我妈，还敢主动离婚！我警告过你们了，再敢动我，就让你们付出双倍代价。上辈子我在刘家忍气吞声，任打任骂，现在榴莲第一次被我反击，彻底急眼了。于是他用财产的事情要挟我，现在离婚的话，我1分钱的财产都分不到。可他根本不知道，2天后我就有220亿的身价，他们刘家一共不到200万的资产，在我眼中根本不值一提。我净身出户，分文不要，孩子全归你，我不会付1分钱的抚养费，但今天必须办离婚手续。田16，你这个疯子！榴莲不想跟我离婚的原因是想继续把我当成他们家的免费保姆。之前我每个月6000多工资，1分不剩的都会被他拿走。于是为了继续榨干我的价值，榴莲又企图用孩子来留住我。3个孩子你都不要，还不想拿抚养费？田16，你怎么当爸的？你还是人吗？贱人，你还有脸说孩子？3个孩子都是你跟别人的野种，当初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找我当接盘侠，现在还想骗我？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要不你找孩子的亲爹林森出来对质。上一世他们杀我的时候，亲口承认了孩子是林森亲生的，而现在我已经拿孩子的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到时候一旦拿到证据，我就会让刘家赔得倾家荡产。什么？那废物真的跟你离婚了？难怪早上我打他的时候，他竟敢还手了。他田16不就是我们刘家养的一条狗吗？现在还敢咬人了，他在哪？我要揍他！得忍吧，真打起来的话，田16一只手就把你揍趴下。那咋办啊？我还靠他每个月的工资还贷呢。就是田16每个月都有6000多的工资，这要离了婚，我们以后就白白少了这笔收入啊。而且如果他不在了，以后家里谁负责拖地、洗衣服、刷马桶呢？所以必须复婚，必须让他复婚。对了，他早上打了我，我们报警告他家暴殴打老人。
我这就找律师告死田16这个王八蛋。这个办法好，田16之前每个月的工资都被我们榨干净了，所以他现在肯定连请律师的钱也没有。然而让刘家人万万不会想到的是，重生后的我已经按记忆中的号码买了100万的彩票，马上就会有220亿的奖金收入囊中。财大气粗的我自然要找全市最好的律师对付他们。田先生，作为全市最好的律师，我的咨询费可是很贵的。我时间宝贵，请直接说价格。3000每小时。我出1万。什么？没想到从此我不但收获了一位战无不胜的好律师，还多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红颜知己。而在处理官司的同时，我买的100万彩票也开奖了，220亿奖金全部到账。成为100亿富豪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下一栋别墅作为自己的豪宅。田先生，这可是咱们滨州市最大最豪华的别墅，而且都是顶级装修。田先生时间宝贵，请直接说价格。总价1500万，如果您不急着入住的话，价格可以稍微谈一谈。给你2000万，1小时内把房子钥匙交给我。什么？我是田先生的律师，具体合同事宜找我就行了。天啊，这是什么超级神豪？现在可以去办交接了吗？现在距离末世爆发还有不到3个月，到时候剧毒冰雹席卷全球，大部分建筑都会被夷为平地，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在末世到来之前，把自己的别墅改造成牢不可破的坚固城堡。田先生，我是刚才接电话的房老五，咱们是最专业的房屋改造大师。就是这栋别墅，内外都要彻底改造。有什么基本要求吗？最低标准，起码能防御导弹袭击。什么？田先生，您开玩笑吧？放肆！田先生什么身份的人，怎么会和你开玩笑？抱歉，不过改造成这种力度的话，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啊。所有的改造必须在2个月内全部完成。什么？您这是改造整栋的防弹别墅，可不是改一个游泳池那么简单，这需要加钱，加很多钱，恐怕比这栋别墅还贵。田先生时间宝贵，请直接说价格。大概起码得2000多万吧。我的初步预算是1个亿，不够的话再加。尽快把改造图纸弄好交给我。我是田先生的律师，具体合同事宜找我就行了。这一个改造项目抵得上房老五平时10几年的流水了。现在的我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只要求在末世之前完成我所有的计划。然而没想到，就在我忙着这些的时候，刘家人却彻底炸锅了。榴莲，你找的什么破律师啊？凭什么不接我们的案子？田16那王八蛋打了我2巴掌，难道白打了吗？律师说了，这属于家庭矛盾，告了也没用，而且还是你先动的手。刘家人当然不会想到，我的辩护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海丽。他们找的小律师一听海丽的名字，根本就不敢迎战，所以直接拒绝了他们。不用着急，田16那王八蛋身上没钱，估计很快就撑不住了。也对，除了咱们家，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2天估计都是在借钱住旅馆吧。等他再回来求我们收留的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他。你们肯定想不到，田16那王八蛋刚刚买房子了，而且是2000万的大别墅。你一定搞错了吧？他身上连100块钱都没有，从哪搞的2000万？千真万确，手续都走完了，现在小区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混蛋，难怪他急着离婚，原来是不知道怎么发财了。有了钱就想甩开我们，没门儿！刚离婚就买房子，肯定有问题，我要重新进行财产分割。那还等什么？找他算账去！刘家人自以为抓住了我的小辫子，却不知这纯粹是自取其辱。既然他们送上门让我打脸，那我就更不客气了。田16，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敢偷我们家的钱买房子，还家暴殴打老人！田16，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打断你的狗腿！刘家人仗着人多势众，大声骂街，吸引了小区很多人的目光。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让我当众丢脸，却不知这反而是自取其辱。你们给我站住！再靠近一步，小心我告你们私闯民宅！你买房子用的可是我们刘家的钱，凭什么不让我进？我不但要进，还要把这房子烧了！刘老君，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跟你女儿已经离婚了，房子是我刚刚买的，跟你们刘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什么？田16这么有钱的人竟然离婚了？刘家人真是活该受穷啊！田先生啊，我们家女儿还单着呢，要不要考虑一下？刘家人万万没想到，非但没能让我出丑，反而让我出尽了风头，这可把他们气疯了。田16，你刚和我离完婚，哪来的这么多钱买房子？你这是隐瞒财产，我要告你！随便你，但我提醒你，
如果要打官司，我一定会让你们输得倾家荡产。我是田先生的律师，有任何法律纠纷直接找我就行了。这里的是谁？肯定是在离婚前就勾搭在一起了吧？我提醒你不要乱说话，就凭刚才这句，我就可以告你污蔑，当众毁坏我的个人荣誉。还有你们暴力威胁恐吓田先生，我可以立即报警抓你们。不料，就在我以为这场闹剧就要结束时，马红英却突然开始撒泼了。田16，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没钱的时候每天家暴殴打老人，现在有钱了就抛妻弃子，还有没有天理啊？给我闭嘴！离婚前我给你们刘家当牛做马，你们却把我当成免费保姆，甚至连你们的内衣裤都扔给我洗。你们两个老东西更是对我非打即骂，根本不把我当人看。田16，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想要证据是吧？没问题。田先生已经把你们家的监控视频保存证据了，足可以证明你们刘家虐待和精神控制我的当事人。早就听说刘家人把上门女婿当成狗，原来是真的。刘家人太不是东西了，人渣。田16，原来你是早有预谋。早有预谋的应该是你们刘家。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是因为怀上了别人的种，只是为了拿我当接盘侠。田16，你胡说八道。而且结婚后，你也一直和那个奸夫不清不楚。你这个不知廉耻、阴险毒辣的女人，我当然要跟你离婚。田16，你这是放屁！我女儿冰清玉洁，人见人爱，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姐姐？你这是污蔑、造谣！又要证据是吧？海律师，这是亲子鉴定证明，3个孩子都不是田先生亲生的。现在还需要我公开奸夫的名字吗？不想继续丢人现眼的话，赶紧给我滚蛋！溜了！不要脸，人渣！经过这一闹，刘家人可谓丢尽了脸面，直接在小区里没死住。但他们还是不肯认输，于是向刘莲的情夫林森求助，要借助林森的势力来打压我。幸亏田16没有公开我的名字，否则我就没脸继续在滨州混下去了。林森，你可得帮我们出气啊！你是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帮你出气。田16不就是突然发了点小财吗？这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放心吧，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刘家人万万不会想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林森根本不值一提，因为我有全市最好的律师海丽，他可以帮我搞定所有法律上的麻烦。而至于我自己，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不到3个月后就是末世大爆发的日子，到时候剧毒冰雹席卷全球，整个世界一片混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好一切准备，我要做末世的王者。在王牌改造师房老五的亲自监督下，别墅改造顺利而迅速的进行着，一切都以防止核弹袭击为基本标准。这栋坚不可摧的城堡会成为我在末世里的皇宫。与此同时，220亿的资金我觉得还是不够用，所以接下来我要凭着前世的记忆，在股票市场捞一笔更大的。我要在1个半月内把资产扩充到500亿。然而万万没想到，竟然在股票交易所遇到了林森，原来他是这里的一个中层领导。田16，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这可不是什么垃圾都能随便进来的。保安，把他赶走。我本来就想报复林森，现在这货既然主动送上门，那我肯定就不会客气了。等一等，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贵宾客户的吗？就你还贵宾客户，最低一次入资100万才算贵宾客户，而你就是个穷逼上门女婿，每个月的工资都得1毛钱不剩的全部上交，口袋里连100块都没有吧？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你说了不算。我要见你们总经理梅雨，立刻，马上。哟呵，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提我们总经理的名字？听榴莲说你最近发了点小财，这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对吧？林森，你敢对我动手，我要让你付出1000倍、10000倍的代价。死鸭子还敢嘴硬，我让你看看谁先让谁付出代价。保安，这个废物胆敢闯进我们这里捣乱，还口出狂言恐吓威胁我，把他给我抓起来。林森，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里是老子的地盘，在这里老子就是法。保安，把他按在地上，让他磕头谢罪。住手！你们都想下半辈子牢底坐穿吗？海大律师，你怎么来了？我正想去找你呢，有你帮我打官司，一定会把这个废物告到怀疑人生。怎么，你要告田先生？当然，这个废物发了点小财就抛妻弃子，还隐瞒婚前财产。不好意思，我现在是田先生的律师，正在处理的也是这个案子。什么？海律师，你可是本市最优秀的律师，怎么能放低身价帮这个废物打官司？你是不是被他忽悠了？田16就是个穷逼，他能出得起多少律师费？海律师，我愿意出比他高10倍的价钱。海律师，如果林森真能出得起10倍价格，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个废物装什么蒜？你能出多少？5万还是10万？海律师，我出10倍、20倍也行。我现在是田先生的专职律师，月薪250万，20倍的话就是每个月5000万。我操！什么？每个月5000万，赶得上我10年的收入了。田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林森，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非法辱骂殴打我的当事人田先生，还有你们这些保安都是同谋，同样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对不起，田先生，对不起。就在我以为林森会就此罢休时，却没想到这家伙仗着家里有钱有势，竟然耍起了横。你们这些怂货凭什么认错？这里可是我的地盘，一个律师就把你们吓成这个鸟样，至于吗？海律师，我是因为你的才华和口碑才敬重你，你当真要为这个废物出头？每个月5000万虽然不少，但凭我们林家的财力和势力，也不是出不起。就算你每个月真给我5000万，我也绝不会帮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垃圾，没资格让我帮你。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海律师再牛也没用，我们林家会去聘请全国最好的律师，还会去打通所有的官方关系，就不信整不了你。林经理，你好大的口气啊！梅总，您可算回来了。田16这个废物，仗着有律师撑腰，跑来这里捣乱，还说要告我们。放肆，竟敢对我们的超级贵宾不敬！道歉了，田先生。接到您的电话后，我一直拼命往回赶，结果还是来迟一步，让您久等了。没什么，正好让我领略了你们这位林经理的威风。还不快给田先生和海律师道歉！梅总，您千万不要被田16忽悠了，他就是个穷逼上门女婿，现在就是侥幸发了点小财，肯定没多少钱。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田先生在开通户头的第一时间就入资了2000万，是咱们的超级贵宾客户。什么？已经入资2000万？给田先生道歉。田16，不，田先生，对不起，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不需要道歉，我只要你付出该付出的代价。林森，你辱骂殴打田先生的行为，我很快就会起诉，你就等着开庭传票吧。林森，你这样的垃圾不配在我的手下工作，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梅总，不至于吧？来人，把这个垃圾轰出去。OK。梅雨总经理的处理方式让我很满意，在他的运作下，我的资产很快就从220亿涨到了500亿。在不久之后的末世中，梅雨更是成了我的女管家，专门帮我管理数以千亿的庞大资产。而与此同时，林森却被痛打了一顿。你们想干什么？林森，你也有今天，平时对我们吆5喝6非打即骂，现在你终于完蛋了。刚才还骂我们怂货，害我们差点被告，不揍一顿都对不起你。林森3、3、5次的联合刘家人欺负羞辱，所以此时他肯定不会想到，我还有一个超级大招，要彻底把整个林家连根拔起，让这个歹毒的家伙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身为股票公司总经理的梅雨，现在成了我的私人管家。我拟定了一份名单，让他去采购，没想到他直接傻眼了。大米5000吨，面粉1万吨，纯净水10万吨。这只是第一笔采购计划，我们时间很紧，必须加快进度。不行的话，你就去收购100个食品加工厂吧。田先生，我们的别墅虽然很大，但这么多物资的话，起码得50栋别墅才放得下吧？这个不用你担心，我自有办法。梅雨当然不知道，我重生时获得了一个无限储存空间的能力，即便把整个地球塞进去也完全没问题。你肯定会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整个地球放进空间？那是因为我还有更大的野心。而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红颜知己，全市最好的律师海丽，正在继续推进我的复仇计划。重生前作为上门女婿的我，为刘家当牛做马，而刘家人却就因为想吃肉，就把我做成了烧烤。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嚣张，都是因为背后有林森做靠山。林森仗着有钱有势，3番5次的伙同刘家人欺负羞辱我。自从上次被我教训失去工作，并被保安打了一顿后，他对我更加怀恨在心。于是林森和刘莲这对狗男女再一次在酒店偷偷幽会，密谋对付我的办法。林森，田16找了最好的律师，你的工作也被搞丢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他妈的气死老子了！先别管这些，他田16竟敢羞辱我，我现在就先报复他的女人。林森，你是不是疯了？我已经和田16离婚了，再说我不早就是你的女人了吗？连3个孩子都是你的。说得对，我都被那个废物气糊涂了。这对狗男女万万不会想到的是，他们的对话都被海丽偷偷录了下来。然后海丽转身就把录音交给了林森的妻子。林森，你是不是疯了？我已经和田16离婚了，再说我不早就是你的女人了吗？连3个孩子都是你的。说得对，我都被那个废物气糊涂了。同时交给他的还有亲子鉴定证明。
林森之所以有钱有势，无作非为，一直靠的都是他妻子杨家人的关系。现在林森不但背着他和其他女人瞎搞，还一口气有了3个孩子，林妻自然是恼羞成怒，于是立刻打电话摇来了几10个大手，马上出发，阉了林森那个渣男。老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原谅我这一次吧。谁是你老婆？我已经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了，财产你1分钱也别想要，还有我之前给你们林家所有的投资都要全部撤回。老婆，不要啊，求求你原谅我吧。你个渣男，去死吧！经过这一难，林森彻底完蛋了。没想到刘莲灰头土脸的逃回家里后，整个刘家瞬间炸了锅。林森被他老婆休了，这可咋办啊？田16现在真成了千万富翁，我们告也告不过，气死人了。现在不光是告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之前那样对田16，他现在整垮了林森，下一步肯定就要报复我们了。那怎么办？田16肯定会整死我们的。别吵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唯一的办法。什么办法？榴莲，你马上去向田16赔罪认错，不管下跪磕头还是其他任何办法，只要能打动他，让他答应复婚就行。你说什么？还求他复婚啦？对呀，这个办法好。榴莲，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大美女，只要态度够好，我相信田16一定会心软答应你的。去吧，姐姐，咱们刘家人都靠你了，加油！可是这也太丢脸了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丢不丢脸？走吧，我跟你一起去。万万没想到，以前像公主一样高冷的前妻，就这样来找我求复婚了，甚至连做小3小4都愿意。而此时的我正忙着统计物资，本来就有很多路人的围观，榴莲母女的出现顿时让现场更热闹了。可之前我没钱没势的时候，他们刘家人把我踩在脚底下，不当人看。现在我成功了，他们却想着来高攀我。对不起，老子不同意。田16，我的好女婿呀，之前都是榴莲不对，我已经替你教训他了，看在曾经的情分上，你就原谅他吧。不好意思，我们之间没什么情分，只有仇恨。16，老公，我知道错了，我们复婚吧，你想要什么条件都可以。复婚是不可能的，你就死心吧。我女儿再怎么说也是数1数2的大美女啊，田16你就真忍心离开她吗？大美女，你也太高估榴莲了吧。田先生身边的2个才是真正的大美女，跟海律师和梅经理相比，榴莲什么都不是。田16，田先生，我们家榴莲就算做不了大老婆，做个小3小4总行吧？不好意思，已经扔掉的衣服，我不可能再穿了。老板，你们家面味道不错，再来1万份。1万份，小伙子，你是不是喝多了？支付宝到账15万元，钱转给你了，做好后送到这个地址就行。这段时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品尝美食，并按最少1万份的数量疯狂订购，统统放进我的储物空间。因为1个月后恐怖末世就会降临，到时粮食和能源将成为最珍贵的财富。为提高搜集美食的效率，我每天都会在手机上订250份外卖。然而万万没想到，我的外卖竟被邻居家的熊孩子偷了，而且明目张胆，半天就偷了8次。我气冲冲的上门去找熊孩子的爷爷奶奶算账，却不料差点被气吐血。你放屁！我孙子一天都待在家没出过门，怎么可能会偷你家的外卖？就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孙子偷外卖了？你们自己看，我家门口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看什么看？不就是几份破外卖吗？小孩子吃你几份外卖怎么了？10块20块的，又不会把你吃破产。田16，亏你还是有上百亿身家的人，小气鬼！明明自家孩子偷东西，这老两口却仗着上了年纪如此嚣张，我简直要气炸了。更气人的是，熊孩子并没有从此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偷我的外卖。我的律师海丽听说这件事后，建议我把熊孩子偷外卖的视频交给警察处理，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有更好的办法治他们。帮我联系全市最贵的饭店。好的，田先生。田先生，这是我们这里最贵的套餐，价值9999元。档次太低了，把这几种食材换一下，白松露、爱马仕鱼子酱、法国鹅肝全部安排上。田先生，这样的话，套餐价格恐怕得5万元以上。档次太低了，争取弄到10万元吧。支付宝到账20万元。先给我们做2份品尝一下。
如果满意的话，再定1万份。什么1万份？那就是10个亿。这是田先生的地址，做好后请尽快配送。记住，到时直接放在别墅大门口就行。外卖很快送到了大门口，而熊孩子也没让我失望，很快就把外卖偷回了家。随后我立刻报了警，但当警察叔叔听说我只是丢了2份外卖后，显得有点不以为意。田先生，只不过是2份外卖而已，110块钱的事情，你们最好还是私了。我的外卖有点贵。有多贵？每份10万，2份也就是20万元。田先生，你喝多了吧？这是发票，你自己看。还真是20万，这是什么外卖啊？警官先生，20万这个数额算得上盗窃罪了吧？算，必须算。田16，你个小气鬼，不就是孩子偷吃了2份外卖吗？至于报警吗？为富不仁的东西，跟你这样的人做邻居，真倒霉。你们太不像话了，纵容孩子偷东西，还在这里强词夺理。他们家把熊孩子宠上天了，上次还把我们家玻璃砸了呢。最后非但没赔钱，还赖我家玻璃太脆，吓到他家孩子了。都是这老两口宠的，老头老太太仗着年纪大了撒泼耍赖，太不要脸了。这熊孩子就算长大了也是个祸害。熊孩子的爷爷奶奶仗着自己年纪大，还有个当官的儿子，平时就作威作福，蛮不讲理，早就把邻居们得罪光了。2个老东西见众怒难犯，只好同意了赔钱。够了，田16不就是2份外卖吗？我们赔250够不够？小气鬼，真以为我们缺这点钱啊？赶快捡起来，剩下的不用找了。田先生的2份外卖价值20万，现在还差199750。2份破外卖价值20万，开什么玩笑？就因为田16有钱有势，你就帮着他欺负我们老弱病残吗？都来看啊，警察欺负老人了，我不能活了。撒泼也没用，这是外卖发票，我们已经跟饭店核实过了，确实价值20万，1分不少。20万，这下完蛋了！你涉嫌污蔑警察，妨碍执法，带回局里接受调查。拿到赔款后，我继续疯狂的囤积物资。随着储物空间里的物资越来越多，距离末世爆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熊孩子的爷爷奶奶添油加醋的向他们当官的儿子王雄哭诉了事情经过。王雄恼羞成怒，竟然要动用关系报复我。田16，我他妈整死你！现在距离末世爆发还有5天，我带着律师海丽跟财产经理梅雨走进了全市最大的安保公司。田先生你好，作为最专业的安保团队，我们要价可是很高的。田先生时间宝贵，请直接说价格。每个安保小组每天的费用大概3000。我每天出1万，要5个小组，先预付你1个月的费用。什么？梅经理，付款。好的，田先生。支付宝到账150万元。收到了，田先生，您这是要组建军队的架势啊？但有2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最顶级的安保团队。放心，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是退伍特种兵，以一敌十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必须由你亲自带队，而且负责我的贴身保护。啊？为什么是我？因为你长得漂亮，而且身材最好。我的前妻榴莲自封是大美女，以为离婚后我再也找不到女朋友。可是现在我身边美女环绕，她们才貌双全，都对我言听计从，而且都比榴莲漂亮100倍。可万万没想到，我刚刚为自己安排好美女保镖，前妻榴莲一家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找揍我。重生后的我第一时间和榴莲办理了离婚，然后凭借前世的记忆快速获得了500亿资产。见钱眼开的榴莲一家人舔着脸上门求复婚，却被我坚决拒绝。榴莲和他的情夫林森密谋算计我，又被我将计就计反坑了一把。没想到这帮人还不死心，竟然又联合起来想要教训我。我特毛的被田16坑惨了，不但被老婆扫地出门，现在工作也丢了。我更惨了，我们家现在都不敢出门，出门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死。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绝不能这样认栽。他田16以前不就是我们刘家养的一条狗吗？现在凭什么骑我们头上耀武扬威？光说这些有什么用？田16现在可是100亿富豪，我们又斗不过他。没办法了，我装孙子向他道歉认错，送上门主动求复婚都没用，还被他当众羞辱了一顿。不，我们还有办法翻盘。什么办法？100亿富豪也是肉体凡胎，我们把田16嘎掉，平分他的财产。这帮人丧心病狂，竟然纷纷拿出了所有的棺材本，孤注一掷，重金聘请了杀手，要嘎掉我。
可他们不会想到这根本就是自讨苦吃，因为此时我已经有了唐颖的贴身保护，暗处更是隐藏着50个身手一流的特种兵，负责我的安全。所以林森和刘家人找的杀手，距离我还有1000多米时，就已经暴露了行踪。田先生，有人准备在950米外伏击我们，要不要马上把他们抓起来？不急，我有更好玩的计划。虽然我大概已经猜到是谁在搞鬼，但我还是想陪这帮人玩一下。更重要的是，我要人赃并获，把胆敢得罪我的人一次性扔进18层地狱。当天晚上，2个杀手就偷偷潜入了我的别墅，行动异常顺利的把昏睡中的我绑了出来，然后带到他们的雇主林森面前交差。姓田的，你也有今天。林森，你之前串通刘家人欺负羞辱我，害我白白帮你养了10几年的孩子，现在你还想打我，你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那又怎样？榴莲之所以跟我，是因为我比你强，你就是个废物。现在侥幸发了财，但你仍然是个废物。你靠着你老婆升官发财，就是个吃软饭的狗奴才。不是，狗起码会对主人感恩，而你却背叛了你老婆，背着她在外边瞎搞，你连狗都不如。田16，你给我闭嘴！都被绑架了，还这么狂妄！我警告你，赶紧把所有银行卡的密码说出来，然后给老子跪下磕头认错，再喊100声爷爷，我可以考虑让你踏得痛快一点。就算告诉你密码，我的钱你也没命花。我也警告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再喊250声爷爷，我也可以考虑让你嘎得舒服一点。田16，你简直是找屎！给我打到只剩一口气就行。对付这样的3个渣渣，根本用不到保镖出手，直接用储物空间就能教训他们。田16，不，田大哥，求你别玩了，我们要被玩死了。我认输，我投降。跪下磕头认错，再喊250声爷爷，我可以考虑让你们嘎得舒服一点。随后我逼着林森承认了买凶打我的罪行，没想到这个怂货口口声声说喜欢榴莲，现在却主动把他供了出来。田大哥，这件事榴莲和他娘家人才是主谋，我只是从犯啊！看在我主动交代的份上，求大哥高抬贵手，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从你勾结榴莲给我戴帽子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不配活着了，所以我会让你死在监狱里，烂在监狱里。这是他们的犯罪证据，把这3个狗东西交给警方。不要啊，田大哥，饶命啊！林森就这样彻底下线了。而至于刘家人，我不会让他们轻易的死去，因为5天之后就是末世爆发的日子。作为末世的皇帝，我要让刘家人付出比坐牢更痛苦1000倍1万倍的代价。你们超市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东西都清空了？就是凭什么不卖给我们？是不是要趁着天灾哄抬物价？真没有，我们这条街所有的超市都被一个人提前把所有的物资都买走了。别编了，我看你们就是想哄抬物价。直说吧，你们还有多少纯净水？我出双倍的价钱。我出3倍。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们真没货了，所有的货物都被买空了。不可能，谁会这么疯狂？有个叫田16的人，他每天都来采购2000万以上的物资，我们根本来不及备货。这怎么可能？除非他是穿越者，提前预知了天灾。我看他们就是胡说八道，物资肯定都藏在后面仓库里了。冲啊！大家一起上，让这帮哄抬物价的无良商家倾家荡产！不要啊！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却正躲在大别墅中左拥右抱，享受人生。没错，提前买空物资的就是我田16。作为重生者，我当然能预知到天灾到来的日子，而且提前打造了一栋坚不可摧的末日堡垒，并在储物空间内囤积了1000年也用不完的各类物资。在即将到来的末世中，我要做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过最惨的还是我前妻榴莲一家人，他们之前为了报复我，花光了所有的棺材本，雇佣嘎手想要嘎我，然后夺取财产，结果非但没如愿，现在自己还被搞得破了产。眼看着别人在外边花高价疯抢物资，刘家人却连1毛钱都拿不出来。冰雹把自来水都污染了，咱家还有最后半桶纯净水，现在又没有钱买，这以后喝水可咋办啊？听说外边交通也全部瘫痪了，东西都运不进来，以后的饭菜都是大问题。我觉得不用担心，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救援应该很快就会到吧。对啊，这么大的天灾，应该很快就有救援的，我们不用着急。有道理，我觉得现在最着急的应该是田16，那混蛋刚有了上百亿的身家，还没享受几天就开始天灾了。等到救援来了，有钱和没钱都一样。有钱花不出去，还不如直接没钱呢。田16那废物现在肯定懊恼死了。可惜刘家人万万不会想到，天灾这才刚刚开始，之后的冰雹每天都会加大，物资会越来越短缺，救援永远也不可能到。上辈子我为刘家人当牛做马，可他们却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会被他们一分不剩的全部拿走，还把我当狗一样颐指气使。田16把我的袜子洗了。田16，过来给我捶捶背。废物，都几点了还不做饭？更过分的是，后来在末世中，他们只是想吃肉，就把我做成了烧烤。所以现在强大起来的我要报仇，我要让刘家人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末世第3天，天灾再次升级，拳头大的冰雹持续轰炸了2个小时，气温立即骤降到了零下20度，全球30%的建筑物被损毁，植物和水源被彻底破坏殆尽。大家翘首以待的救援并没有到来，情况反而更加的恶劣。社区负责人创建了一个社区互助群，号召大家在天灾中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可惜因为王雄平时人品太差，加上大难临头各自飞，入群的人寥寥无几。刘家人是第一批入群的，因为断水断电加上断粮，一家人终于撑不下去了，企图入群求助，可惜没有人搭理他们。这什么破群，一个个全是求助的，没有一个愿意提供物资的。小兔崽子，你在偷吃什么？没有，你看错了吧？给我拿出来，拿出来！不，这是我的。哟呵！我要冻死了，饿死了，你还有力气狗咬狗？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总不能等着被饿死吧？要不我们去找社区负责人王雄求助吧？找了也没用，王雄那家伙根本就不靠谱。但我们可以让王雄出面帮忙找田16借物资。现在大家都传开了，田16那混蛋囤积了上百亿的物资，正好王雄不是和田16有仇吗？我们和王雄联手，逼田16把所有的物资交出来。这个主意好啊，不但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还等于帮了社区所有人，很有面子的。于是刘家人找到了王雄家，没想到2家人一拍即合。因为之前王雄家的熊孩子偷吃我的外卖，被我教训了一顿后，王雄始终怀恨在心，此时当然愿意和刘家联手对付。很快，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我的大门口。田16，开门！田16，我是社长王雄，赶紧把门打开。这群人仗着人多势众，以为能逼我交出物资，却不知这根本就是自取其辱。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狠狠的教训他们。田16，现在大家都缺吃少穿，你却一个人独享上百亿的物资，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啊？物资都是田先生1分钱1分货买来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倒是你们像狗一样在门口瞎叫唤，好意思吗？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有谁再敢打扰田先生，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田16，你别这么嚣张，现在虽然天灾爆发，但仍然是法治社会。作为这个社区的社长，我要求你把所有的物资交出来，由我统一管理，按需分配。王社长，你喝多了吧？我凭什么交出物资？王雄，别说你只是个小小的社长，就算你是市长省长，也没资格要求我们交出个人物资。算了，别理会他们。3位美女，请你们吃零食。什么？我连续3天连口矿泉水都没得喝，他们竟然拿着大餐当零食！天啊，这么多好吃的，打死我也愿意啊！16，我的好女婿，不，田先生，看在咱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份上，给我一点吃的吧。姐夫，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求你给我点吃的，我给你当牛做马。刚才有人仗着社长的身份威胁我，让我非常不爽，所以如果有谁让我爽了，这桶泡面就送给他，只有1桶哦。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社长。我也想要泡面。王雄以前就仗着社长的身份横行霸道，现在又惹到了我的头上，正好让我狠狠教训一顿。而这还只是我复仇计划的开始。住手！我可是社长。社长算个球，没物资什么都不是。为了泡面，就算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行。田先生，我刚刚打了他88拳，我踢了103脚。我刚才打了250拳，踢了250脚。年轻人就是动作快，看来还是你让我最爽。泡面给你了。谢谢田先生。臭小子，泡面也有我的一半。别忘了，还有我一份。田16，我跟你没完。榴莲，你可以留下。我们毕竟夫妻一场，看来田16还是放不下我。榴莲，你毕竟是我的前妻，所以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挨饿。跟我进来。谢谢你，16。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直呼田先生的名字？记住，以后要叫田先生。对不起，我记住了。我心中的确放不下榴莲，因为我一直记得他带给我的屈辱和折磨。当初我为了他掏心掏肺，他却根本不把我当人看，每天非打即骂，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我亲生的，而现在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背叛付出100倍的代价。从这天开始，前妻榴莲则成了低级女仆，
每天拿着一包方便面的酬劳，尽职尽责的为我提供贵式服务，但就是这样的待遇，依然让刘家人羡慕不已。之前活蹦乱跳的前妻一家人，现在弹尽粮绝。4天一共吃了不到半包方便面，现在我想把你俩当饭吃掉。小兔崽子，竟然想吃自己的父母，你还是人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去求田16吧。求也没用，我们以前那样对田16，他早就恨死我们了，怎么可能在乎我们的死活？那也比干巴巴等着饿死冻死强啊！况且田16不是已经收留了榴莲吗？那是收留吗？分明是羞辱！每天就给一包方便面，却像使唤狗一样使唤我姐。活着做狗，总比冻死饿死强吧？就这样，一家3口趁着冰雹暂停的间歇，像哈巴狗一样跑到了我面前求助。16，求求你收留我们吧，只要能给口饭吃，让我们做什么都行。没规矩的东西，记住要叫田先生。好的，田先生。你们之前怎么对待田先生的？现在还舔着脸来求助，好意思吗？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田先生，以前都是我们不对，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田先生。现在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原谅我们吧。田先生，我帮您擦鞋。田先生，求求你了，收留他们吧。此时的我却又想起了上一世刘家人不把我当人看的经历，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会被他们一分不剩的全部拿走，还把我当狗一样颐指气使。田16，把我的袜子洗了。田16，过来给我捶捶背。废物，都几点了还不做饭？而现在这帮人却为了一口吃的而像狗似的求着我，真是天道好轮回，恶有恶报。而财大气粗的我自然也不会放过以牙还牙的机会。我可以收留你们，但你们必须对我100%的服从。没问题，田先生，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都是您最忠诚的奴仆。刘老君，之前你一直让我帮你捶背，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负责给我洗脚按摩。遵命。马红英，之前你一直让我帮你洗臭袜子脏内衣，从现在开始，你负责别墅内所有衣物和窗帘的清洁洗涤，但凡让我发现有一点洗得不够干净，3天不许吃饭。明白了，田先生。刘小康，既然你这么喜欢擦鞋，那从现在开始，别墅内所有的马桶和地板都由你来打扫，必须确保每个地方都像狗舔的一样干净。知道了，田先生。就这样，可恶的刘家人彻底沦为了我的奴仆，每天为他们之前的恶行付出加倍的代价。然而与此同时，社长王雄却又在密谋找我的麻烦。末世爆发前，王家人就狗仗人势横行霸道，纵容他们家的熊孩子到处偷外卖，结果却被我设计，害他们一次性赔了20万。事后王雄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总想着打击报复。现在天灾爆发，王雄感觉终于等来了机会。现在我们大家都断水断粮，田16却一个人独占着上百亿的物资，我们必须让他把物资交出来。对，必须让他交出来。如果他不乖乖交出来，我们就要硬抢。可是田16手下有那么多保镖，我们能打过吗？他保镖虽然厉害，但一共也就50个人而已，我们联合附近的几个小区，轻轻松松就能聚集几百人。王社长说的对，田16那混蛋起码有几百亿的物资，我们就算1000个人分也足够了。就这样，王雄纠集了附近的200多个居民，把我的别墅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是要逼我把物资交出来。田16，马上把物资交出来，如果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王雄，亏你还是社长，你这样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废话少说，如果不乖乖交出物资，我们就一起杀进去。好啊，那就试试谁的拳头硬。给我一起上大家冲啊！王雄仗着人多，不停地围攻我的末日堡垒。幸好我提前对这栋别墅进行了升级改造，牢固度可以直接抵御核弹袭击，再加上唐颖率领的保镖团队战斗力惊人，因此这群人非但没能攻进别墅，作为头目的王雄还被揍成了猪头。可没想到王雄仍然不甘失败，竟然又暗戳戳地联系了更多的人。而早就因为食物短缺饿疯了的居民们，听说我的别墅里有取之不尽的物资后，顿时一呼百应，成群结队没日没夜的来骚扰我。即便唐颖和保镖的战斗力再强大，也架不住这样的车轮战。于是关键时刻我不装了，直接动用了储物空间。被收拾惨了的王雄再也没了脾气，乖乖跪在我的面前认错服软。田先生，我错了，求求你给我点吃的吧，只要能给我一包泡面，我愿意当牛做马。田先生，求你发发善心吧。我已经2天没喝一滴水了，给我1瓶矿泉水，我把老婆和孩子全都送给你。王雄这群人现在的态度让我很满意，于是善良的我决定大方一回，给每人发了1碗泡面和2瓶矿泉水。感谢田先生，田先生万岁！田先生万岁！上一世我是连狗都不如的上门女婿，现在我却把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全都踩在了脚下。这一刻让我有了天下无敌的快感。
老子已经3天没吃一口饭了，你个臭娘们是要饿死老子吗？你打我有什么用？家里连1粒米1滴水都没有了。家里没有粮，你就不会出去找吗？以前老子每天上班养着你，现在没法工作，就该你回报老子的时候了。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啊？现在大家都饿疯了，每一寸地皮都被人翻找过无数遍了。那我不管，反正要是再没有吃的，我就直接把你吃了。老公，你在说什么啊？没跟你开玩笑，饿极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正好现在外边冰雹暂时停了，赶紧去找吃的，快去快去。现在外边太危险了，老公不要啊，求求你别把我赶出去。臭娘们儿，找不到吃的就别回来。如果找不到吃的，老公一定会真的把我吃掉的，我该怎么办？现在唯一能找到食物的地方只有一个，看来我只能去求田16碰碰运气了。而与此同时，2辆豪车也来到了我门口，他们是附近的几个老干部，之前都是绝对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几位老人家，找我有何贵干？小田同志是吧？放肆，竟敢对田先生无礼！没事，咱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老人家。我是田16。小田同志啊，首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叫马有斌，是咱们滨州市的上一任市长，这是前任滨城区区长，另一位是……既然都退了，那就没必要说了。老人家，我们田先生时间宝贵，有什么事直说吧。是这样的，我们几个老同志这几天一直在讨论小区的未来，我们一致认为这场天灾持续的时间不会短，所以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啊。那然后呢？首先呢，我们得避免资源的浪费。小田同志啊，你应该还有不少食物和瓶装水吧？你应该拿出来交给我们保管，我们会按需进行分配。等天灾过来，我们一定替你上报国家，该是你的功劳，绝不会跑了。马大爷，你这是把我当傻子耍了，还把食物交给你统一分配？你倒是去试试，现在谁会把食物和纯净水交出来？除非是脑子有病。我说马大爷，你是老糊涂了吧？还以为这是你当官呼风唤雨的时候吗？你们几个小兔崽子，气死我了！年轻人，我们再怎么说也是老干部，你们不要觉得有点物资就了不起，就可以无目无尊长。田16，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听我们的劝，赶紧给马老市长道歉，乖乖按他的要求去做，不要跟国家作对，不然可没有好果子吃。我今年26岁，你最多70岁，就算你的年龄是我3倍好了，我一天吃3碗饭，所以你一天至少吃1碗盐。难怪这么闲得慌呢。这可么只是个比喻啊。田先生，脸蛋89分，身材90分，气质99分，极品啊！你是谁？找田先生干什么？我叫韩云，是住在7号楼的邻居。我记得你，全小区公认的头号美少妇，请问有什么事情吗？田先生，我和我丈夫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您能不能……韩小姐，你把我们田先生当成慈善家了吗？对不起，可是……韩小姐，跟我进来吧。这里太温暖太舒适了，简直是天堂一样的感觉。韩小姐，先喝口水吧。天啊，整整1瓶水，我已经3天没喝水了。空姐出身的韩云，曾经是全小区最高不可攀的冷艳女神，想不到现在为了物资，竟然变得如此狼狈。韩小姐，我不是慈善家。田先生，我可是有丈夫的人，你想干什么？如果你想从我这里拿到物资，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作为交换。只要你给我物资，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除了美貌和身材，你已经没有其他任何能付出的了吧？千万别勉强。如果不同意，你可以马上离开。如果今天带不回物资，老公一定不会饶了我，也许真的会把我吃掉。如果同意，这就是一次的酬劳。就这样，我用最低廉的成本就搞定了之前最高不可攀的女神。这就是末世中的残酷规则。老公对不起，老公我对不起你。然而我和韩云都没有想到，这次交易将会带来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臭娘们儿，怎么出去这么久？想饿死老子吗？这是我问邻居买的，怕你挨饿。不得不说，韩云确实见对待家暴丈夫依然温柔体贴。然而她也是个好演员，非常善于说谎。你身上哪来的钱？我把金戒指给人家了。你那戒指当初可是花了1万多买的，算了，现在这世道，估计以后钱啊，金银珠宝什么的都没啥用了，能够换点吃的也好。是啊，而且你欠下的赌债也不用还了，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在门上泼油漆了。哈哈哈哈！田16那个臭小子最惨了，手里有上100亿的钱，还没有捂热，结果天灾来了，这下可好，他有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活该，暴发户。幸亏老公没看出问题来，就是你口中瞧不起的暴发户给的食物和纯净水，而且还把你老婆给吃了。臭女人，你还愣在那干嘛？还不赶紧给老子煮面去！好的，老公，我这就去给你煮面。没过一会功夫，
韩云端出一碗香喷喷的泡面，林有为恶狗护食般几口就吃光了。吃完后，他才意识到不对劲。对了，你刚才怎么出去了那么久？现在食物太少了，人家一开始不肯卖，我是好说歹说，这才让对方答应的。现在谁还会那么傻，把食物和水都卖了？这可是代表着要没命的啊！这不是，你身上还有沐浴露的香味，现在所有人喝的水都没有，你居然还洗澡了！贱人，你特么敢背着我偷男人！林有为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打了韩云一顿。那个奸夫是谁？是不是田16？快说！老公，我对不起你，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现在只有田16有物资，要不然你会被饿死的。现在所有人都没饭吃，只有田16那里什么都有。对了，我们把他抢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吗？我真特么是个天才，咱俩现在就去。老公，咱们打不过田16的。臭女人，到现在还维护你的奸夫，跟我走，贱人！林有为手里拿着菜刀，拼命地砍着末日堡垒的大门，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大喊大叫。田16，你个混蛋，你特么敢给老子戴绿帽子，快给我滚出来，我要砍死你！这事是真的呀，田16真厉害。是呢，韩云那么漂亮，真羡慕田16的艳福。你们这帮混蛋赶紧滚开！不就是一顶帽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饭吃比什么都强。给我滚！溜了！田16，快点给老子开门！末日堡垒的大门突然打开，林有为和韩云一下就被吸了进去。田16，你个王八蛋，上了我老婆，要怎么赔偿我？哎呦喂，这下真的没脸见人了。既然挑明了，你说吧，想让我怎么赔？把你这套别墅赔给我，那个贱人就送给你了，反正我也玩腻了。老公，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可是为了你什么都能做的，我太伤心了。给老子滚开！你个贱人，为了包方便面就给老子戴绿帽子！田16，我今天非要弄死你不可！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比试一下，看看到底是谁厉害，也看看韩云到底想跟谁好。你个垃圾，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大胆，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们这么多人一起，不公平，有种我们单挑。好啊，随便你选，说吧，想跟哪个单挑啊？这么多壮汉肯定打不过，还是选这个漂亮女人好了，说不定还能开点油。就选你好了，免得说我欺负人。唐英可是最厉害的一个，他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记飞腿。林有为被踢飞出去10几米，瞬间一把菜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还想继续打吗？你不要乱来，田16，不，田爷爷，我把我老婆卖给你好了，随便开个价就行，给几箱方便面和水就行。你好大的口气，还要几箱方便面？10包就行。林有为，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要亲手杀了你！韩云夺过我手中的刀，直接结果了林有为。看样子他真是太痛快了，对这个丈夫痛恨到了极点。田先生，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可要好好待我。我先去洗个澡等你。好吧。然而此时更大的危险正在朝着末日堡垒里的物资逼近。儿子，你最近天天累死累活的，给田16当狗，一天到晚也给不了几口吃的。咱们一家人都好长时间没吃过一顿饱饭了，咱们得抓紧想个好办法，要不然就都饿死了。是啊，儿子，我有个好主意，要不咱把田16给抢了，他的那些物资就都归我们了。可千万不能这么做，田16的手下都非常厉害，光那个唐颖动手指，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连靠近田16都不可能做到，你别痴心妄想了。瞧你这副没出息的样子，我跟你说实话，马老师长组织了千军万马，有了他这个靠山，再加上你来到内奸，大家一起里应外合，肯定能办了田16那小子，把他那些物资搞到手，咱们不就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了吗？而且还能欺负之前那些邻居们了，真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样能行吗？不要犹豫了，听我的准没错。你听，我们的人已经来了。几人来到窗户前，果然楼下熙熙攘攘的全是人。打倒田16，实现食物自由。打倒田16，实现食物自由。腿长107，胸围88，身材综合评分95。田先生，我可以吗？每次1包方便面，先去洗澡吧。谢谢田先生。然而就在我用物资疯狂囤女神的同时，巨大的危险却正在向我逼近。田16那混蛋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听说他已经靠方便面征服一大堆美女了。没错，这就是田16的软肋，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干他。可田16手下有那么多的雇佣兵保镖，特别是那个唐颖，太厉害了，我们根本打不过啊。所以我们需要内奸啊，除了你之外，别忘了还有他前妻榴莲那家人。只要我们策反刘家人，就能让田16后院起火，彻底完蛋。太好了，等干掉田16之后，我们把他的物资和美女们平分掉。上一世我为前妻榴莲一家人当牛做马，他们却只因为想吃肉就把我做成了烧烤。这一世我念及感情，并没有嘎掉他们，而只是罚他们为我打杂当狗。可没想到我的仁慈换来的却是后患。王雄和马有兵暗戳戳的找到了刘家人，
稍加调拨，立马就一拍即合，狼狈为奸。首先是榴莲和马红英利用做饭的机会，在保镖喝的汤中下毒，可没想到碰巧被前来查岗的梅雨撞到了。你们在干什么？没干什么，我们在做汤啊。把东西拿出来。这对可恶的蛇蝎母女生怕事情暴露，情急之下竟偷袭嘎掉了梅雨，并偷偷把尸体藏了起来。随后，我手下的雇佣兵团队被骗喝下了毒汤，纷纷倒地不起。而与此同时，王雄神秘兮兮地找到了我，说要送我一份大礼。田先生，您知道我之前是滨城区的区长，然后呢？我刚收到消息，辖区内有一座模特学校，30多名女学生都被困在宿舍里了。哇塞，30多个女模特，那肯定都是尤物啊！王雄，你到底什么意思？田先生时间宝贵，我知道田先生仁慈厚爱，所以如果您对那些女模特感兴趣的话，30个漂亮女孩子，30朵最娇艳的花，我当然要全力解救她们。太好了，田先生，我这就给您带路。田先生，小心有诈，我去叫保镖团队。不用，那么多凶神恶煞的大汉，别把我的美女们吓坏了。王雄，带路。田16，你个好色之徒，果然上当了，这下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王区长，现在模特学校肯定已经埋伏了上千人，只等我一出现，就能把我碎尸万段吧？田先生，您什么意思啊？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已经被毒死了是吧？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如果不是田先生及时查了监控，差一点就被你们这帮混蛋暗算了。我看在亲情的份上收留你们，你们却勾结外人暗算我。田先生饶命啊！我们一时糊涂。16，看在我曾是你前妻的份上，饶我们一条狗命吧。田先生，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我已经给过你们一次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更何况你们害死了我的管家梅雨，必须以命偿命。田先生，王雄的背后还有人，求你放了我，我帮你搞定他们。我不需要死人帮忙，来人啊，把这4个人渣拖下去，喂狗！刘家人的反水让我明白，人必须心狠手辣才能自保周全，而我处罚刘家人的手段，也彻底把王雄吓尿了裤子。田爷爷，都怪我一时糊涂，只要您能饶我一条狗命，让我做什么都行。你背后还有谁？主谋是不是马有兵？是，看来田先生您早就知道了。马有兵那几个老东西简直是活腻了。田先生，我这就带人去灭了他们。不急，先听他说说他们的整个计划是什么。他们利用你好色、喜欢美女的特点，让我谎称学校内30个女模特被困，引诱你前往救援。在得知马有兵等人的整个计划后，我决定设计一场狗咬狗的绝世好戏，让所有图谋不轨的人集体嘎掉，一个不留，给你一个报复我的机会，用这个把我绑起来。我不敢，真的不敢，饶了我吧，田爷爷。少废话，田先生让你怎样，你就必须照做。田先生，你这样太冒险了，我也想一起去。不用了，家里就交给你了，把我们的大本营看好。此时的模特学校内，马有兵等人正摩拳擦掌，等着我自投罗网。老奸巨猾的马有兵非常谨慎，在和王雄对了长达250度的暗号后，才确定身份。马老市长，您的计谋果然高明，毒汤撂倒了所有的保镖，现在田16的整个别墅都是我们的了。不过很多地方需要密码才能进入，所以我把田16绑了过来，由您亲自审问。王雄按照我的吩咐虚构了事情经过，本以为能马上骗马有兵开门，没想到这老家伙非常的狡猾。为什么唐寅也来了？他没有中毒吗？唐寅已经投靠我们这边了。马老市长，田16好色成性，我早看他不顺眼了。等会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亲手嘎了他。唐寅，枉费我对你这么信任，你竟敢背叛我！闭嘴吧你！你以为有点物资就了不起吗？马老市长位高权重，而且思虑周全，他才是我的未来。开门！在我和唐寅一唱一和的表演下，终于让老奸巨猾的马有兵打开了大门。而从这1秒钟开始，他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田16，你肯定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吧？当初就因为我孙子偷吃了你一份外卖，你这个混蛋就让我们赔了20万。纵容熊鞋子偷东西还有理了？你们只管生养不管教育，我帮你们教育，你们不应该感谢我才对吗？好你个田16，死到临头还怎么牙尖嘴利？算了，没必要和死人一般见识。田16，现在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了，包括你的小命。是吗？就怕我送给你们，你们也消受不起啊！田16，你少在这死鸭子嘴硬。之前我让你把物资交出来，让我统一管理分配，你偏不听，现在怎样？后悔了吧？没什么可后悔的，说吧，你们想咋样？说出所有的房间密码，然后跪下给我们每个人磕100个响头，我可以考虑让你嘎得痛快一点。对，田16，你个混蛋，给我们跪下磕头认罪。对，田16，你个混蛋，给我们跪下磕头认罪。我说你们3个老家伙加起来都快250岁了，怎么还这么傻乎乎的？小混蛋，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赶紧跪下给我磕1000个响头，我也可以考虑让你们打得痛快一点。王兄，你竟敢背刺我们！
小混蛋，你干什么？我可是你亲爹。对不起了，亲爹。田先生说了，只要跟着他，以后每天都能有2包泡面和3瓶矿泉水。就为了这仨瓜俩枣，你就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吗？快放开你爸爸！你个蠢货，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废物？你也不想想，如果我们搬到了田16，你的好处岂不是更多？因为我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没有任何人能赢得了田先生。对不起了，爸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活下去，你们别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家3口当众表演了狗咬狗的好戏，然而策划这一切的马有斌却还是不肯认输。田16，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别忘了我还有千军万马呢。杭印，放开马老市长，看他还有什么花招。大家听好了，田16的别墅里有上千亿的物资，干掉田16，实现物资自由。干掉田16，实现物资自由。田先生，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这么容易就受人蛊，活该当炮灰，全都给我见鬼去吧！这是什么逆天的能力？田16，你到底是人还是妖？老东西，现在轮到你了。等一等，田16，你不能嘎我。刚才我说过了，给我跪下磕1000个响头，可以让你嘎得痛快一点。可你没有把握机会啊，所以现在不光要嘎你，而且要让你体验最痛苦、最折磨的死法。田16，不，田先生，我有关于末世天灾的重大秘密，你的末日堡垒将在1个月后彻底灰飞烟灭。马有斌作为前任市长，果然掌握了关于末世天灾的重大秘密。原来除了我的末日堡垒外，外边还有许多更大型的末日基地，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外扩张袭击。耶，我的梦中情人来了，长春国。这座模特学校就已经被附近的另一个基地洗劫过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别墅也已经成了那些野心家的首要目标。田先生，我一直以为只要躲在我们的末日堡垒中就能高枕无忧，现在看来，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了。没错，我们必须开始新的征程了。话说马老市长，谢谢你的情报，为我接下来的行动指引了方向，特别感谢。所以田先生，看在我提供这么重要情报的份上，放我一马吧，我保证以后为你鞍前马后，刀山火海。不好意思，你的计划害死了我的管家梅雨，所以你还是要死。不要啊，田先生饶命啊！田先生，我亲手干掉了我的那2个老东西。干得漂亮，你也可以去陪他们了。什么意思啊，田先生？不是说好的让我跟着您吗？你觉得你配吗？狗叛徒，死内奸，下辈子别再做人了。王雄的叛变让我彻底明白，人必须杀伐果断，才能在残酷的末世中生存。而马有斌的话更让我醍醐灌顶。接下来迎接我的将是更加残酷而刺激的战斗。出征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首先便是练习各种近战技巧，直到我即便不使用空间异能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以一敌十。正式出征的日子到了，杭印为我准备了一辆可以坐9个人的超豪华末日战车，但我却决定只带海丽一个妹子。田先生，你不能忘了我呀，我可是你的安保队长。怎么可能忘了你？我要你留在家里，负责保护我们的大本营，这才是你最重要的工作。可是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我必须在你身边才安心。放心吧，你已经把毕生绝学都传给我了，10个雇佣兵一起上都打不过我。唐英，你就放心吧，我会把田先生照顾好的。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现在也是搏击高手了。那好吧，我在家等着你们早日凯旋。田先生，一路顺利，早日凯旋。为了这群如花似玉的红颜知己，我也必须尽快结束战斗，早日归。可没想到，刚刚出发没多久，我和海丽就突然遇到了意外状况。田先生，看来他真的需要帮助。注意观察四周，看有没有埋伏。在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我和海丽下了车。没想到女人二话不说就疯狂磕头。你们一定是来救援的吧？求求你们给点物资吧，我的孩子已经5天没吃饭了。你的丈夫和其他家人呢？都在外出寻找物资的时候被嘎了，现在只剩我和不到3岁的孩子了。太可怜了，田先生，我们帮帮他吧。求求你们给点物资吧，我死了无所谓，只希望我的孩子能活着。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来救援的，更不是慈善家，所以如果你想要物资，就要拿东西来交换。除了我的身子，我拿不出其他任何东西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对不起，我对你没兴趣。不过你可以拿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来换。我身边的美女多到数不过来，自然对普通的女人不再有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情报。果然在女人的指点下，我大概了解了附近其他末日基地的情况，为我接下来的行动指明了方向。田先生，如果刚才那个女人没有我们想要的情报，你还会不会给她物资？不会，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现在身处最残酷的末世天灾中，人不狠，站不稳，仁慈是会害死人的。我明白了，田先生。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刚才那个女人说过，
2条街之外有一家卤油餐馆，老板娘和一个女员工被困在了里面。所以这是要去救他们。田先生，您不是刚说过仁慈之心会害死人吗？除了救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可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卤油正在面临生死威胁。小娘们儿，这破门挡不住我们的，赶紧主动把门打开，哥哥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只要把我们哥仨伺候爽了就行。你们如果敢进来，我就和你们拼命。臭娘们儿，快开门，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就是，都扮老徐娘了，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装什么纯呢？只要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包你不愁吃不愁喝，而且没人再敢欺负你。别跟他废话了，快点把门撞开，老子一听到他声音就快受不了了。哇塞，2个都长得不错啊，太爽了！求求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跟你拼了！尽情的反抗吧，越反抗我就越兴奋。救命啊，老板娘，救我！我先去爽一下，你们2个搞定他。臭娘们儿，手真黑。不好意思了，兄弟，我要先爽了。没看见我受伤了吗？你不应该先替我包扎一下吗？你那点伤暂时死不了，等我爽完了再说。这么漂亮的小娘们儿，我1秒钟也等不了了。残酷的末世天灾中，人性的丑恶完全展现，杀戮和侵犯时刻都在上演。求求你别过来！老子已经半年没碰过女人了，今天必须收了你！我和你拼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现在这光景，做人和做鬼有什么区别？你就自认倒霉吧。作为末世中的强者，我不在乎别人有没有人性，但前提是不要挑战我的底线。田先生，大门在里边反锁了，看来老板娘是安全的。恰恰相反，他们危险了。臭娘们儿，不吃不喝都好几天了，力气还这么大，真能折腾。是你太笨，我要不是受了伤，早就把他搞定了。你过来，帮我按着脚。不行，必须我先来。不，我先，要不咱们剪子石头布决定。可恶，你们这些畜生！放开他！你是哪里蹦出来的？别多管闲事。哇塞，好漂亮的妹子，这个我要了。虽然我刚爽完了，但是这么好看的妹子，我可以梅开2度。小子，看在你给我们带这么漂亮妹子来的份上，放你一条狗命，快滚吧！对，妹子留下，你滚蛋！你们这3个畜生，少在这满口喷粪。还是个小辣椒啊，我喜欢。既然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吧。经过唐颖的魔鬼训练后，我和海莉都有了恐怖的战斗力，对付这3个渣渣不费吹灰之力。爷爷饶命啊，我们错了，求您收了我们吧，我们愿意做您的小弟，鞍前马后，为首是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您的小弟，不，我们就是您手下的3条狗。卑鄙无耻的狗东西！这么说，你们3个都想做狗是吧？想，我们3个都是您的狗。汪汪汪！别傻了，当狗，你们不配。爷爷不要啊，求爷爷饶命！他奸杀了我的闺蜜，我要亲手报仇。对不起，我错了，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求你们放过我吧。刚才我们求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去死吧！卤油看上去柔柔弱弱，没想到疯起来很可怕，这也许就是人的潜力吧。随后，我给他提供了一些食物和水。饿坏了的卤油完全顾不上形象，疯狂的大快朵颐。而此时我突然发现，卤油竟然还是个女厨神，之前拿过许多厨艺比赛的重磅大奖。我已经好多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对不起，让你们见笑了。没什么，以后你跟着田先生，保你衣食无忧。田先生，我可以吗？卢小姐，你做饭肯定很好吃吧？当然，我专心研究做菜12年，就算在普通的食材，我也能做出不一样的美味。那正好，我什么物资都不缺，但就是缺一个好厨子。以后你就当我的私人大厨好了。谢谢田先生，这难道就是您救我的原因吗？不，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大型的末日基地，而且你见过他们的人？没错，他们来找过我。就在我问话的同时，诡异的一幕突然发生了，3个明明被我们嘎掉的人，竟然又都复活了，而且变成了无比恐怖的丧尸。不好，这3个畜生竟然是感染者。什么是感染者？先搞定了再说。然而更加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丧尸不但变得力大无穷，而且都成了不死之身，即便身体只剩下半截，依然战斗力不减。怎么都打不死啊？田先生怎么办？看我的！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空间技能对这些丧尸竟然也完全没有效果。我们3个顿时陷入到了无比凶险的境地。这帮家伙真厉害，我的空间对他们都无效了。不好，我们赶紧跑，千万不要被他们咬伤了。田先生，你和鲁油姐姐先走，我来断后。快跑！
快跑！空间也只能抵御他们不到2分钟。我带着鲁游和海丽迅速逃出饭店，跳上末日战车扬长而去。鲁游震惊地看着车窗外的混乱不堪，相撞的汽车停在路上没人清理，路边到处可见冻死的尸体，这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很快我们就回到了末日堡垒。欢迎田先生回家。好大好漂亮的别墅啊，而且还这么暖和，真是好棒啊！来吧，卢姐姐，欢迎你加入我们，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喝了这杯82年的拉稀，就当给你接风洗尘了。来，大家一起干杯！欢迎卢姐，卢姐可是世界顶级厨师，以后我们可有口福了。来，我敬你一杯。太感谢大家了，这一杯应该是我先敬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要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里享受这般美好时光？有了美女厨师的加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开心。然而只有海丽却表现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海丽，你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没什么，只是在想今天在海角饭店的事。我记得我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果然楼上真有其他人。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海丽妹子，这是怎么回事？我来说吧，当时我们俩被那男的带着，正准备要到楼上找你，一听到摔杯子的声音，我们就很防备。这时呢，海丽好像听到了那人的说话声，知道楼上还有人，甚至控制住了你。但是我知道那人明明没有说话。我以为是产生了幻听，可楼上的情况的确是如我听到的那般，真是搞不明白。难道你有特异功能吗？海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觉醒了异能，不如我们来验证一下。真的吗？我也有异能了，怎么验证？我猜你当时可能听到的是那人的心声，这样你集中精神看着我，我想一件事，然后看你能不能听到。好的。如姐真是风韵犹存，透露着成熟女人的迷人气息，而且还会做饭，这个战利品太棒了。海丽专注地望着我，突然她的脑海中传出来我的声音，这声音真真切切，但是她知道根本没有人开口说话。你刚才心里想的是卢姐风韵犹存，性感迷人，而且饭菜还做得特别好吃，她就是个很棒的战。卧槽，快别说了，完全正确，这特异功能太牛逼了，非常强大的读心术啊。田先生，原来你是个小坏蛋，人家不理你了。改天再让你见识我更坏的一面。恭喜你海丽，你也觉醒异能了，而且还非常特殊。我知道的异能种类非常多，但大部分都是武力系的和法术系的居多。比如末世后期有很多力量型的幸存者会悟出刀术、剑术，这些都属于武力系。这类觉醒者对武器过于依赖，虽然战斗力强大，但是武器的因素也占很大一部分。而像一些能发出雷电和火球的，就属于法术系。再有就是像我拥有的空间异能，就属于一些特殊系的，这种是极其罕见。而海丽这种应该也是属于特殊系的一种。这种异能的强大之处就是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让别人在自己面前没有丝毫隐私可言。有这种人才在身边，真是赚到了。我去，你俩是在这串通好了逗我玩吗？还真有异能。卢姐，不信的话你也可以试试，让海丽听一听你的心声。海丽再次集中精力用到鲁游身上，片刻之后，脑海中鲁游的声音清晰可见。然而海丽的小脸却突然红了。海丽听到什么了？怎么还害羞了啊？卢姐想的啥？就是啊，我到底想的什么？我就不信你能听到我的心声，快说出来验证一下啊！卢姐，你心里想的是，田老弟真是艳福不浅啊，居然把这么多漂亮的妹子一起搞到手了。看来田老弟那方面的能力相当了得，改天我真想跟他切磋一下。我说的对吗，卢姐？哎呦喂，羞死人了，一个字都没错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卢姐，你的小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田先生，你之前对付丧尸的那个蓝色光圈搞得跟个魔法似的，也是异能吗？也是异能，而且里面可以存储无限量的东西，能保证我们所有人一直吃喝不愁。这么好啊，在你们这简直就是天堂。哦，对了，卢姐，以后还得麻烦你一件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我们这一帮人做饭都不好吃，以后这做饭的事情可就交给你了，你看可以吗？田先生，这还叫事吗？别的不敢说，就这做饭可是姐的拿手活，姐这条命都是你救下的，这是姐应该做的。姐向你们保证，绝对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当然，你得保证有足够的食材。食材这方面，卢姐根本不用担心，要什么有什么，而且管够。那大家伙就不用担心伙食问题了。太好了，哈哈哈。此时末世堡垒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而且每片雪花都比人的脸还大，温度更是降至零下70度。但是我的堡垒里面却温暖如春。海丽因为连续使用了几次异能，精神有些匮乏，提前上楼休息了。没办法，现在她的时间能量太少，身体素质还比较差，经不起异能的精神消耗。等以后时间能量多了就好了。这时间能量就跟玩游戏的等级一样，这一级的能跟100级的比，当然是不能。所以我接下来要准备多获取时间能量了。丧尸病毒即将爆发，机会不就来了吗？大哥，轻点哈！年轻人就是能折腾，累了一天了都不知道休息。10分钟，20分钟，卧槽，都50分钟了，真是牛逼普拉斯啊！
我哪天要是能……呸呸呸！我在想什么呢？这样怎么对得起人家海丽啊？卢姐，你怎么还不睡觉？想什么好事呢？我去趟卫生间，有点内急。卢姐，等一下，我陪你一起吧，我也内急。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站满了如同行尸走肉的怪物，在这一刻，人间已经变成了炼狱。小煤球，你坏东西还知道记仇吗？我不就是为了你2个魔鬼交吃吗？傻娘们，给我滚开！主人，快看外边！走，去楼上看看，应该是丧尸病毒爆发了。这些总归要发生的，慢慢适应了就好了。我们该准备一下了，明天开始收割能量。好的。真让田老弟说准了，丧尸真的来了。他们很绝望，可是我们也无能为力呀。我现在对田16越来越好奇了，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就是被追着咬的下场，最后沦为丧尸嘴里的一块肉。是呢，也免不了成为追着别人咬的那一个。唐刀是杀丧尸最好的武器，刀身够长，还特别锋利，力道掌握好的话，一刀就能将丧尸的脑袋砍下来。你们试一下装备，等会跟我出去杀丧尸。不是吧，我们也要去吗？当然要去，迟早都要面对的。我这是为你们好。这个别墅区人口密度低，丧尸相对分散不集中，正好是你们俩锻炼的最佳场地。可是我们没有可是，在这末世里，只有不断的强大自己，才能有机会活下去。我可不希望看着你们都变成丧尸。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记住，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对，是为了我们。非常好，我们立即出发。你们两个看清楚，一定要取出这个东西才行，否则我们就是做无用功。2个美女必定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如此恶心的东西，立刻翻江倒海，直接吐了。田先生，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你俩的胃也太浅了吧，下次一定要憋回去，否则我们很容易暴露，吐出来也必须咽回去。我们3人小心翼翼地进入别墅内，房间内又发现了2个丧尸，一大一小2个女，看着应该是一对母女。刚才被击杀的男丧尸应该是这家的男主人，看来这一家3口都没能幸免。我轻松解决掉大丧尸，然后拿出防爆棍，直接将小丧尸抵到墙上，让他动弹不得。卢姐，你去嘎掉这个小家伙，照着我之前跟你说的方法做。他还只是个孩子，我下不去手啊。记住，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他们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快点，要不然我就放开他，让他咬你。鲁游没办法，只能一咬牙一闭眼，举刀砍向了张牙舞爪的小丧尸，顿时小丧尸就被切成了2半。卢姐做得不错，只不过以后可不能再闭眼了，你这样做很危险。好的，我知道了。海丽，你去把2个丧尸没心里的晶体掏出来。海丽虽然觉得非常恶心，但还是照做了，一会就取出了2块白色晶体。田先生，这些晶体有什么用呢？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取出后一定记得赶紧收起来，它就是我们的命。走，去下一栋别墅。就这样依葫芦画瓢，我们3人干到中午就清理了10栋别墅，里面所有能利用的物资也统统被我收进了空间内。10栋别墅一共击杀了50个丧尸，再清理下去，我还真担心鲁游和海丽受不了。于是我们立即打道回府。好了，咱们几人分配一下。海丽上次得到了20天的时间能量，现在还剩余1年0几天。卢姐一直在消耗，只有350天了，连1年都不到。唐颖还有接近3年，我还有15年多的时间能量。这些能量一旦消耗结束，就会立即变成丧尸的。这么严重的吗？好可怕啊！我只有300多天的时间能量了。大家不用担心，跟着田哥混，3天吃9顿。海丽给你10个，卢姐10个，唐颖没有出去战斗，给你5个，剩下的30个都是我的。这个我不能要这么多的，都是田老弟你的功劳，我光拖你的后腿了。是啊，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击杀丧尸还是得多靠你。我更不能要了，这些能量块都是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回来的，我受之有愧啊。记住，我们以后不分彼此，你们把时间能量提升到10年以上，这样杀起丧尸来就会轻松很多，也不至于再拖我的后腿。好的。我们几个分别把晶体吸收到自己的体内，每个人瞬间感觉明显比刚才强了许多。这种体质的提升是全方位的，力量、敏捷和精神都会有所增强。然而，就当我们沉浸在分享战利品的喜悦之时，巨大的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大批丧尸狗朝着我们的末日堡垒袭来，我们差点被丧尸狗子吃掉。我去，你们快点闻闻，有没有电烤肉的味道？撒上些孜然和辣椒，肯定很好吃。去你的！你能不能不这么恶心？哈哈，逗你玩的。我们3个已经连续清理了48栋别墅，今天大概击杀了300个丧尸，已经很不错的收获了。再清理完2栋别墅就回去。这次咱们分开，你俩一起清理这栋，我到前面去。不会吧？你放心我们吗？非常放心。
快点去吧。鲁游和海丽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别墅内。不料刚走进门口，就跟一只泰迪不期而遇。泰迪身上伤痕累累，嘴里还露着阴森的牙齿，很明显这只狗被丧尸感染了。海丽小心，让我来解决它。你也要小心，卢姐。只见鲁游举起唐刀，一下就刺进了泰迪的眉心。狗子终于消停了，可是刚才的动静已经引起了附近丧尸的注意。我听到动静，急忙赶了过来。不好，快撤！来不及了，怎么这么多的狗？哎呀，我说清理了这么多栋别墅，一只宠物狗都没碰到，合着他们这是成群结队出去浪了啊！卧槽，金毛、泰迪、拉布拉多、边牧，二哈大哥真是应有尽有，真是丧尸狗子总动员啊！别在这里总动员了，准备战斗。卢姐，用雷电轰他。田老弟，我快不行了，没力气了。卢姐，你休息一会，我来顶上。田先生，快救救我们！我的天哪，怎么办？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传来一阵悦耳的玉箫声。刚才还无比暴躁的狗群，瞬间就像着了魔般，调转狗头，一起向着声音的来源跑去。顺着声音望去，2楼正站着一位吹箫的女子，她应该是个幸存者。你们快跑，我只能迷惑他们一小会儿。多谢女侠出手相助，日后定当重谢。我连忙带着海丽跟鲁游逃了出去。要不是这位吹箫的女子相助，估计鲁游和海丽都要栽了，后果不堪设想。今天真的好险，都怪我没能保护好你们。田老弟，你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主要是那些感染丧尸病毒的狗子太多了。是啊，那么多狗子，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多亏了那个吹箫的。好了，现在安全了。今天卢姐身体虚脱了，就别下厨了。咱们今天吃点方便食品将就一下，自嗨锅、淀粉肠，再来瓶花酒。谢谢田老弟的好意。没关系，咱们边喝酒边分今天所得的晶体，不多不少，一共是300个，你们每人10个。吃完饭赶紧吸收了，你们几个的时间能量，这下都突破了20年大关。再遇到那些丧尸狗，嘎掉他们就轻松多了。那可真是太好了。田先生，要不明天我跟你出去收集晶体吧，必定我的功夫还不错的，总是坐享其成，我都不好意思了。唐颖，你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我们的大本营，就是因为你的功夫了得，我才放心由你来看家护院啊。好的，田先生，我明白了，您放心就是。吃完饭，大家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要出去找那个吹箫的女子，我们要去感谢人家。你好，有人吗？是谁？你好，我们是昨天被丧尸狗围攻的人，今天特地赶过来感谢你的。不一会功夫，别墅大门打开，一个拿着玉箫的女人走了出来。虽然脸上十分憔悴，但依然能让人一眼看出这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大美女。海丽，怎么是你？诗诗，真的是诗诗吗？你居然没死，真是太好了！我们俩居然都活着，见到你太开心了。海丽，这位是你的朋友吗？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林诗诗。你好，诗诗姑娘。你好，林诗诗美女，感谢你昨天出手相助，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你。本来帮你们，我是不该要啥回报的，可是我实在太饿了，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们能不能给我点吃的？我不多要的，给几个馒头、几包泡面就行，我实在是太饿了。就这些需求吗？还有其他的吗？我知道你们的食物肯定也很紧张，要是没有的话，那就算了，也不能为难你们。哈哈，诗诗美女，馒头方便面有什么好吃的？走，我带你回家吃山珍海味，想吃多少吃多少，吃到你吐为止。不会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漠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吗？太多了，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呢。走吧，跟我们回家。诗诗，吃吧，使劲吃。谢谢你们，不过我吃不了这么多，我就拿几个就可以了。林诗诗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口粮了，所以心中十分感动，但却不好意思放开了吃，毕竟这都是别人的命啊。诗诗美女，你放心吃就好了，食物多的是，想吃多少有多少，而且非常新鲜。这些只是先让你垫垫，晚上我们再一起吃大餐。晚上还有大餐？是啊，快点吃吧。真香。海丽，等诗诗吃完东西，你带她去洗个澡，然后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你在家陪她。我和卢姐出去继续清理丧尸，晚上回来我们一起吃大餐。好的，你们要多加小心。你就放心吧，我们的时间能量很多了，对付几个丧尸不在话下。临出门，我偷偷瞄了一眼林诗诗的身材，修长的大腿和浑圆的臀部，真是美不胜收，真是太幸福了。又来了个大美女，不要在丧尸遍地的别墅区，竟然还藏着大批幸存者。不要再往里面挤了，听到没有？别挤，听不到我们副队长说话吗？就是，真是碍事，早知道就不收留你们了。对不起，主要是门口这边太冷了，我想靠里一点。冷？谁不冷？你们这老是往里挤，影响了我们队长休息。明天谁给你们出去找吃的？出去找吃的，我们也参与了，又不光是你们保安队的功劳。就你们还参与了？
那些怪物上来的时候都是谁吓得嘟尿了？要不是我们队长，你们早就被他们分尸了。我们也知道，所以也很感激你们。等救援到了，我们一定好好感谢你们的。救援？你给我说有啥救援？手机都他妈没信号了，外面到处都是那些行走的怪物，除了咱这里，整个别墅区你还见过活人吗？呵呵，你不是嫌冷吗？那你到我这里来。不用了，我忍一会儿就好。去把他给我拉过来。遵命，队长。你不是要感谢我吗？我看也不用等到救援来了再感谢了，就现在吧，跟我进别墅。啊，你干什么？你的手好凉，放开我。宝贝，你别跑，快给我过来。不要，我求求你了。现在这些幸存者怎么一点都不团结呢？还欺负自己人，真是太过分了。外面那些人也是太好欺负，为什么都敢怒不敢言呢？眼睁睁看着保安队长作恶，都没有上前阻止的。是啊，这些保安现在怎么都变成这副模样了呢？现在这些业主想要活命，就必须依靠这些保安了。他们手里有武器，可以击杀外面的丧尸，而且还可以到外面寻找吃的食物回来。而那些业主们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挨冻挨饿，完全依靠保安们的施舍度日。末世之前都是保安们对着业主点头哈腰的，可是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他们反过来舔保安队了。宝贝，小宝贝，我来了。你不要过来，救命啊！救命啊！不行，我们要去救他。对，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好吧，那你们俩进去，我在外面看好戏。你们几个狗东西，给我滚开！混蛋，快滚开！哎呦呦，这是从哪冒出来的2个绝世美女啊？居然没被丧尸病毒感染，还这么水灵。就是，真是太难得了。现在这世道，上哪去找这种货色的极品啊？今天让咱兄弟捡到宝贝了，一人一个正好。对，你长得比我俊，你先挑吧。就在2个狂妄之徒意淫之际，忍无可忍的鲁游瞬间出手，上去用了一招，就直接把2人打倒在地。2个保安在训练有素，放到觉醒异能的鲁游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是鲁游并没有取2人的性命，必定大家都是仅存的人类同胞。女侠饶命，女侠饶命！饶了你们也可以，但以后不要再欺负这些无辜的业主了。就是狗东西欺人太甚，滚到一边去！鲁游和海丽迅速冲进别墅内部，把保安队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很快便救了那个被欺负的女人。2位女侠，千万不要杀我！你们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仓库里还有很多刚刚过期不久的方便面和火腿肠，还有100多个馒头呢。只要女侠饶小了一命，这些食物都孝敬给您。你以为我们是稀罕你这点东西吗？教训你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以后不要再欺负人。再敢欺负人，就要了你的狗命！不敢了，女侠，我再也不敢了。 2个大恩人，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没什么，我们也只能救你一时，以后还要靠你自己的。真想救这些可怜的同胞们，咱们去求一下田先生吧。我来了，不用求我，我又不是铁石心肠的恶人，救这些同胞肯定没问题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我也是个乐善好施的好人，你们觉得不是吗？当然是大好人，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田老弟，那如何安排这些同胞们呢？那就都一起去我们的别墅好了。这边太冷，又没多少吃的食物，我还是能养得起这些人的。太感谢田先生了，田先生万岁！卧槽，都开始喊万岁了，看来真要变成末世的王者了。不过万岁还差不少，1000岁快到了，哈哈。田先生，田爷爷，您能带上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吗？我们也没多少吃的了，而且这边的供暖都断了，撑不了多久，我们都会被饿死冻死的呀！求求您了，一块收留我们吧。好吧，看在你求我的份上，就一块带着你们。我的末日堡垒当初建造的时候，就是按照同时容纳2000人建造的，收纳区几十个人根本不在话下。把这些保安们带回去，稍加训练，正好可以看家护院。剩下的老弱病残就充当佣人吧。别墅内还不那么冷清了。田老弟，咱们这么多的人怎么回去呢？路上不安全啊！大家听我安排，等会保安队和我在前面开路，老弱病残走在队伍中间，海丽和鲁游断后，大家千万不能掉队，否则后果自负。欢迎田先生回家。我的天哪，怎么今天带回来这么多的人？是的，赶紧给大家安排吃饭吧，好好招待一下。很快，所有人都来到末日堡垒的大餐厅吃饭。当大家看到满满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时，眼睛都冒着绿光，口水都不自觉地流出来。大家快吃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跟丧尸们战斗。我要带领大家成为末世的霸主。我大发慈悲，收留了许多幸存者，不料他们却嫌弃我给的馒头太难吃。跟着田16这个家伙，天天吃这些破馒头，真是受够了。就是呢，我可是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吃这些垃圾东西的，汉堡都不带看一眼的，更别说馒头了。我平时只吃鱼子酱和金枪鱼这种上等人吃的食物。对啊，这些破馒头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我们要抗议，太不公平了，要求跟田16吃相同的食物。你们3个怎么能这样想呢？必定现在都末世这么长时间了，到处都是物资紧缺，田先生也不容易，有那么多的人等着吃饭，
我看咱们还是理解一下，不要再浪费粮食了，馒头可别到处乱扔了。你算老几？我们坚决抗议，要求提高生活质量。你们这群无耻的女人，不懂得感恩也就罢了，可你们还不知道知足。前几天我真是瞎了眼，居然把你们几个救回来。跟着保安队的时候，你们每天能吃上一个烂土豆，都求爷爷告奶奶的跪舔保安队长。而我现在每天免费给你们提供热乎乎的白面馒头和这么温暖的房间居住，你们反倒蹬鼻子上脸，真是气死我了。田先生，您别生气，需要怎么处理他们，您尽管吩咐，我去照做便是。罗姐，你把他们赶出末日堡垒，每人发一个漏风的帐篷，白面馒头从现在开始减半，或者直接停止发放，食物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找吧。再让这几个贱女人尝尝什么是挨饿的滋味。是，田先生，我马上就办。不要啊，田先生，求求你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外面全是丧尸，不要赶我们出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田先生。刚才海丽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好好珍惜，还嚷嚷着宁愿饿死也不吃这些白馒头。这一会怎么了？刚才那股子傲气去哪了？小爷，我可没时间陪着你们胡闹。很快，这几个毫不知足的女人就被唐颖和鲁游送到了荒郊野外的帐篷区。这时，负责帐篷区管理的老王色眯眯地走过来：“我是这里的老大，帐篷区一切事务都由我管理，以后你们都得听我的。听说你们居然嫌弃白馒头难吃，末日堡垒里的馒头有多好吃，我是知道的，可惜我也好久没吃过了。来到这边，你们每人每天只有一个土豆吃，其他什么都没有。”不会吧，王区长，我吃不下土豆这种粗粮的。王区长，求求您给我们点鲍鱼吃也行。你们几个傻逼娘们，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是危机四伏的末世，你们除了消耗食物，没有一点其他的贡献，还想着吃好的住好的，天天白日做梦想好事。眼下全球气温骤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而且四处都是丧尸横行，收割都要冒着生命危险。你们来的路上也看见了，绝大部分的农田都长不出粮食了，你们应该庆幸还有土豆吃，反正馒头是别想了。王区长，要不您还是给我们吃馒头吧，我们能吃得下去。是啊是啊，比起土豆来，我还是喜欢馒头。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晚了，老子现在天天就只有土豆吃，你们还特么想吃馒头，早干嘛去了啊？我们要回末日堡垒。别忽必烈烈了，回去没门了。你们现在有土豆吃已经很好了，接下来粮食产量会更低，可能直接绝产，说不定明年连土豆也吃不上了。要么就好好珍惜每一顿到手的食物，要么就自己出去另谋生路。听到这些话，几个女人当场被吓傻。天灾末世之下，外面丧尸横行，她们心中非常清楚，自谋出路就是自寻死路。不要不要！既然你们不要另谋出路，那就听从我的安排。接下来所有人都要参加劳动，一定记住，谁也别想偷懒，我们这里绝不养废物。谁要是耍心眼，别怪我无情。接着，王区长指着不远处的大粪池和大片农田，给3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安排起劳动任务。从今天开始，你们就都给我去挑粪施肥。女人们听到这些直接懵逼，但她们清楚自己无路可选。田先生，王区长今天过来汇报工作，说是帐篷区有人感染风寒，特别是一些体弱的女性，好几个都直接病倒了。医生诊断说是潮湿环境引起的冠状病毒感染，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致死率特别高。你们有没有把这些人做隔离处理？已经做了隔离处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些感染者送到了10公里外的一处废弃村庄，还增派了医护人员前往支援。天灾都3年多了，全球人口锐减，现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让传染病肆意传播。唐颖，你多带些人过去配合医护人员的救治工作，一旦有什么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就直接按老规矩处理，你懂我意思的。田先生，您放心，我完全明白。废弃村庄内，感染者们冷得浑身发抖。刚开始，他们还没人当回事，可当看见穿了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和持枪的小队，这些人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吵闹起来。你们想干什么？不是要给我们做治疗吗？怎么还带着枪过来了呢？难道你们是想保我们，想把我们活活打死吗？我的病好了，我要回去继续挑大粪。我没病，让我离开这里。只见刚才那个男人就像发疯一样，快速朝着外面奔跑，站在一旁的小队直接拿枪顶了上去，立刻吓得男人屁滚尿流的回到原地。这时，一名医护人员拿着喇叭朝着大家喊话：“你们放心，我们就是来救治你们的，这支小队只是过来协助我们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虽然听到医生的解释，但这些感染者还是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末世之下，疫情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如果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众人还是议论纷纷。这时，一名感染者站了出来：“都别吵了，医护人员什么时候说过要解决掉我们？不过就是隔离治疗而已，
我们大家积极配合就是了。就是生病的又不是只有你们几个，我们不也在这里吗？你们都跟着田16生活好几年了，他们自然会尽心尽力救治你们，而我们只是刚过来的壮丁难民，我们的生死根本没人在乎。我们也都是刚来没多长时间，前几天因为浪费馒头被下放过来的，现在都后悔不已，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田先生的安排。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围绕在以田16先生为核心的领导下，大家要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请大家相信田先生，相信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你们。救治不了怎么办？大家放心，就是疫情没有那么严重，每个人都会被治好的。我才不相信呢，不严重的话怎么可能隔离我们？你特么还有完没完？是不是想吃枪子了？真是靠北了，烦人的家伙！谁再逼逼叨，就别怪我们的枪不长眼。基地爆发瘟疫，我好心将感染者隔离治疗，他们却毫不领情，还公开辱骂我和医护人员。我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实在受不了了，爱咋地咋地。我今天就是必须回基地。你们这帮白衣恶魔，一个个都是人面兽心，没有好东西。还有田16那个老小子，天天让我们在农场干活，还吃不饱饭，每天就给2个破土豆吃。你们这帮人比猪扒皮还心黑。等末世天灾过去了，我非要到国际法庭状告田16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就是啊，要是单纯为了给我们治瘟疫，只来医护人员就行，为什么还来这么多持枪的军队呢？是不是想处理掉我们？你们这么做可是违背国际人道主义的。我们不管，必须把这些持枪的家伙赶走，否则我们绝不会消停。你们要是敢胡来的话，我就跑到田16的末世堡垒中，先感染了这帮只知道享清福的兔崽子。眼看隔离区的幸存者们坚决不配合治疗，双方一直僵持不下，于是我派遣唐颖和鲁游前来平息事态。大家先安静一下，稍安勿躁，没有人能在末世天灾里独自生存，大家是知道的。而且现在我们基地爆发了瘟疫，局面更加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和牺牲。希望大家理解田先生的良苦用心。理解田老六？谁理解我们？这架势明显就是想嘎掉我们这些感染者，太心狠手辣了吧？就是啊，太心狠手辣了。我们表示集体抗议。真是给你们惯得浑身上下都是臭毛病。我告诉你们，田先生一直秉持着大爱的理念，每一位幸存者都是平等的。在末世天灾中能活下来的同胞们已经非常稀少，田先生绝对是尽心尽力的让大家好好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要警告在场的每一个人，要是谁敢不配合治疗，就等同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从现在起离开隔离区，自生自灭，到外边跟那些感染的丧尸作伴去吧。听明白了没有？直到听到唐颖的这些话，这些躁动的幸存者们才终于安静下来，表现出愿意配合治疗的姿态。刘医生，你听好了，谁要是不配合治疗，直接扔出隔离区，你有权命令持枪小队就地解决每一个捣乱的人，在所有人康复之前，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离开隔离区半步。是，保证完成任务。不要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趁着半夜把守人员有些疲惫之际，有2名感染者悄悄逃出了隔离区。治疗了这么长时间，天天做核酸检测，还吃了一堆的药物，病情却越来越严重，肯定是田老六那家伙不让医生给我们用好药。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不给我们好好治疗，那就也传染给末世堡垒里的那帮孙子们。我们活不成，那就都别想活了，大家一起玩玩。对，一起玩玩。由于隔离村庄距离末日堡垒有10几公里的距离，加上要时刻躲避外面的丧尸，想要到达末日堡垒起码要1天的时间。然而另外一边，医护人员在查房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少了2个男子，于是赶紧告诉了刘医生。刘医生，隔离房间内少了2个人，可能已经逃跑了。这可不是小事，我马上通知基地，你们所有人立刻展开全面搜查。田先生不好了，隔离村庄那边传来消息，说有2个人逃跑了。什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要是跑到丧尸遍地的外边，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要抓紧增派人手出去搜救，我们人类同胞越来越少了，一定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好的，田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很快，大批的持枪小队集结完毕，立即严阵以待的出发进行救援。终于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搜查，终于在一个树林里找到那2名逃跑的男子。这俩家伙心眼真多，硬是在树林中跟我们捉了半个小时的迷藏，幸好我及时发现他俩，太狡猾了。这俩家伙不仅狡猾，而且还很坏。他现在逃跑的方向就是朝着末日堡垒去的，这一看就没安好心，这是想传染我们末日堡垒里的好人。你们看好了这俩混蛋，我跟田先生汇报。田先生，那2个同胞我们已经找到了，不过他们是想前往末日堡垒，然后把病毒传染给我们，这种人怎么处理呢？卧槽，我还好心好意的救他们，他们居然想要我的命。唐颖，立刻把这俩狗东西抓到隔离村庄，我要杀鸡儆猴。对不起，田先生，我们再也不敢了，绝对不会逃跑了。你们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吗？我为了救你们，出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生怕你们被丧尸感染。为了你们，还用了这么多的医护人员和上等的药物。
你们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心，反而想要加害于我，是可忍孰不可忍。唐颖，动手吧！所有人给我听好了，谁要是不好好配合治疗，而且不安好心的话，下场就是这两个家伙的样子。唐颖，在隔离村庄加大兵力把守，绝不允许任何人再偷跑出去。是，田先生。刘医生，你的医术好厉害啊！感谢您的付出，人家现在已经好多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医护人员应该做的。我创建了一个末日论坛，想邀请你加入，可以吗？末日论坛是不是桃花潭？你不会就是那位美女坛主吧？刘医生，您知道？对呀，我在论坛的名字叫胖柳。刘医生，您救治了这么多人，分到的物资和待遇一定很好吧？还行吧，每周能拿到20-30包方便面。好厉害呀！如果我有男朋友像你这么厉害就好了，医术高超，还这么帅。坛主你也很漂亮。刘医生，你这么能干，又这么会说话，真想让你带我飞。没问题。这是桃花坛主和胖刘第一次对话，没想到却成了刘医生噩梦的开端。接下来，桃花坛主动用他高超的 PUA 技术，疯狂榨取着刘医生的物资。我的方便面又吃完了。给。刘医生，我的水喝完了。给。我的香皂又用完了。给。刘医生，人家好冷啊，要冻死了。这是我用物资换来的新衣服，给。为了满足桃花坛主越来越大的胃口，刘医生疯狂的加班，舍不得吃喝，每天只吃一顿饭，把所有的物资都给了桃花坛主，结果很快就因此病倒。刘医生本以为会得到桃花坛主的安慰和照顾，却没想到桃花坛主突然消失了。不甘心的刘医生强撑着身体找到了桃花坛主。坛主，你最近怎么不找我了？现在是末世，每天我都要去寻找物资，我也很累啊。可是我为了你病成了这样，你都不来看一下吗？什么叫你是因为我病成这样？我是病人，你作为医生照顾我不是应该的吗？我们是单纯的医患关系吗？我把所有的都给了你，自己变成了这样，哪个医生会对病人这么好？在我看来，我们就是单纯的医患关系。至于你说的把所有的都给我了，难道不是你自愿的吗？我逼你了吗？拿刀架到你脖子上了吗？面对桃花坛主的狡辩，刘医生只感觉无言以对，犹如五雷轰顶。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崩溃。桃花坛主，你在这做什么呢？我给你带来了新的物资。哎呦，达哥你真好，给人家送来这么多物资。刘医生见此一幕，直接气得吐血晕死过去。醒来后的刘医生浑浑噩噩地来到一处高楼，一跃而下。田先生，刘医生跳楼身亡了。什么？刘医生救了那么多人，怎么就跳楼自杀了？唐颖，你安排人将刘医生厚葬，他为我们的幸存者做了那么多，没想到就这么离开了。好的，田先生，不过有一点很奇怪。怎么了？我们发现刘医生的尸体极其消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是在我们给他的物资上来看，这种事情并不应该发生的。有安排人去调查吗？我们在他的手机里发现，最近他和这个桃花坛主联系非常多。我猜测刘医生身体之所以如此消瘦，应该是将自己的物资都给了这个桃花坛主。唐颖，这件事必须重视起来。刘医生在疫情期间贡献巨大，如果是因为这个桃花坛主，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你去安排人好好的查一查这个桃花坛主。好的，田先生。与此同时，桃花坛主正在疯狂的 PUA 着其他男幸存者。达哥，你对我真好，给了我那么多物资。坛主妹子，哥哥这里可是还有很多好东西哦，能拿到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达哥，你说什么呢？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再也不理你了。坛主，我可不像刘医生一样单纯，你想要得到什么，要看你能拿出什么来交换。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看老娘怎么拿捏你。达哥，你原来是这么看我的，你给我的物资我会还给你的，之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亏我以为达哥是找到的真爱，没想到错付了。是我看错了吗？这坛主不但长得漂亮，还很单纯。坛主妹子，是我错了，要不我带你去我那，你看上什么直接拿。小样，还拿捏不了你，乖乖的做我鱼塘里的鱼吧。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达哥。你达哥一言九鼎，是我说错了话，有错就认，我这就带你去我那。就在桃花坛主还想假装矜持的时候，一大批男幸存者疯狂跑来。坛主，看我这里，我今天刚找到了一包方便面。坛主看我，我这里有一包巧克力。坛主别管他们，我这里有专门为你收集的化妆品和包包。行了，你们一群小赤佬，别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了，我可是刚和坛主说好去我那，看上什么直接拿的。
桃花坛主看着一群男人为他疯狂，内心瞬间变得极为膨胀。果然不愧是我，一个个的不都被我拿下了？要是能拿下田16，那我岂不是吃喝不愁，还不用外出找物资了？小小田16，看老娘手拿把掐！田先生，经过调查，那个桃花坛主应该是觉醒了控制类的异能，最近控制了大量男性幸存者为他寻找物资，并且在有意的靠近末世堡垒。有意思，这是将目标打到我身上了，是感觉我提不动刀了？那需要安排人处理一下吗？不用，我倒要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样。第二天，我来到废弃村庄查看情况，桃花坛主见此，直接躺在路上，假装昏迷。哟，这就开始了呀？我倒要看看你要干嘛。田先生，谢谢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恐怕就……大家都是同胞，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想，不管是谁看到，都会救你的。可是您救了我，我也没什么能够报答您的。如果田先生不嫌弃的话，小女子只能以身相许了。我操，你确定这是报答我？行行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样。这就不用了，我可不是那样的人。你好好休息吧，我就先走了。看来只能硬来了，要不是要降低防备心才好控制，老娘会和你在这演戏。我还没走几步，桃花坛主就发动了他的异能。我见状假装中招，走回到桃花坛主身边。田哥哥，带人家去末世堡垒好不好？目的是要跟我回末世堡垒，这是要干嘛？先答应下来，看看要刷什么花招。好啊，跟我回去吧。田哥哥，堡垒内好暖和啊，真希望田哥哥能在这里带我飞。可以啊，没问题。田哥哥，人家好饿啊，有没有吃的给人家啊？给，不够还有。田哥哥，你对人家太好了，人家这身衣服也好久没换了呢。这件衣服的大小，你穿应该正好。哼，小小田16不还是轻松被老娘随意拿捏，以后我看谁敢得罪我。田哥哥，你看人家手无缚鸡之力的，可不可以就待在别墅里，不外出杀丧尸和找物资啊？卧槽，这是来当祖宗的！你这样牛皮，怎么不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呢？不行，忍不了了！我说你差不多得了，怎么要上天啊？和太阳肩并肩啊？你怎么会？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被你控制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是吧？不可能，我明明已经用异能控制住田16了，事情怎么会失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行了，别装了，你不就是觉醒控制异能了？还真就感觉牛皮上天了呀！我摊牌了，从你想控制我的时候就被我察觉到了，之前不过是为了知道你的目的，陪你演戏而已。哼，既然你知道了，想必是早就调查好了吧？那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掌控了大部分的男幸存者，你就不怕我一句话就让他们一起造反吗？行，现在你还不死心是吧？那就跟我来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怎么让他们造反。桃花坛主跟着田16来到堡垒外，看到原本被他掌控的幸存者都对他怒目而视，顿时就惊慌了起来。田先生，所有被控制的男幸存者都被我聚集到这里。田16，你到底做了什么？很简单啊，狠狠的打一顿就好了。什么？打一顿？你的异能只要受到刺激够大就能解除，没想到吧？可是我没对他们用异能啊。你不是承认你掌控？卧槽，掌控？不是，你们的脑子没什么问题吧？听到这话的男幸存者们都是满脸涨红，低头不敢看人。我直接气得走到他们面前，合着你们就是一群沸羊羊呗？明知道是为了物资哄骗你们，还这样？怎么？要不是挨一顿打，还就继续舔呗，就是贱呗。田先生，您别说了，我们知道错了。对啊，田先生，我们就是鬼迷了心窍。那个，我感觉我还有点，怎么办？我操，兄弟们，打醒他！别打了，别打了，再也不当沸羊羊了。怎么样？这下死心了吧？还有什么花样？赶快用出来吧！桃花坛主见此一幕，满脸绝望。他知道这下子是完了。唐颖将桃花坛主扔给他们，先交给他们处置，之后将他赶出基地吧。是，田先生。唐颖在安排下将桃花坛主丢到了男幸存者堆里，而男幸存者们瞬间就将桃花坛主围了起来。兄弟们，咱们一人一拳，不能就那么便宜的让他解脱。对，赶出基地才是最痛苦的，不能那么简单的就让他解脱。被揍之后的桃花坛主被赶出庇护区，却不幸遇到了大批正在觅食的丧尸。桃花坛主瞬间就被丧尸们扑倒在地。就在我得意忘形时，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这天夜里，一个系统女人突然出现，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所有的保镖，畅通无阻的闯进了我的别墅。系统女人轻而易举就解决了我身边所有的人。更诡异的是，我的空间能力对她完全不起作用，而她却只是动了动手指，就把我吸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你是谁？我叫阿拉马卡几内亚布比尔发，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叫我的简称系统。系统？
你是什么系统？地球系统，我是阻止地球毁灭的最后一道防线。接下来，系统告知了我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这次天灾会彻底毁灭整个地球文明，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可以幸免。可是我已经储存了上百亿的物资，1000年也用不完。那你也根本无法抵挡灭亡的命运，因为天灾会一直继续，直到毁灭整个地球。我之前一直认为，只要囤积了足够多的物资，就能在末世中高枕无忧。现在看来是我格局小了。原来剧毒冰雹之所以会爆发，都是因为樱花国肆意排放污水所致。而要想避免地球被毁灭，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能穿越生死，而且拥有空间能力了吧？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回到过去执行这个任务的人。作为任务奖励，系统会给予你更多的特殊技能。什么技能？你马上就会知道了。还没等我问明白，就已经被系统送回了末世爆发前的1年，直接到了樱花国的街头。能最终决定排放污水的共有5个高层人物，你必须在2个月时间内把他们全部嘎掉。原来你是让我当杀手？没错，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你必须采用非常隐秘的方式嘎掉他们，而且不能让樱花国的任何部门查到任何蛛丝马迹。明白了，那我有什么好处？这是系统送给你的第一件秘密武器——小兵。任务成功完成后，你会解锁它的全部技能。收到。作为地球上最无耻、最变态的国家，樱花国曾犯下过许多丧心病狂、泯灭人性的恶行，后来更是排放污水，导致天灾降临，地球毁灭。这样无耻的一群人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我不但可以对这帮渣渣的高层人物大开杀戒，还可以借此培养自己的特殊能力，简直太让人激动了。第一个目标名叫忠犬废一郎，他是第一个提出向大海排放污水议案的樱花高层。这老东西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际上却是个老不要脸的色批，靠着权势祸害了上百个良家少女，真是尸有余辜。于是当天晚上，我利用空间能力轻轻松松绕过了所有的保镖，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忠犬废一郎的面前，直接把这个老鬼吓尿了。你是谁？我是你华国老爷爷。你是怎么进来的？别关心这个了，还是关心你自己一会怎么嘎吧。你们华国人就喜欢幻想，就凭你一个人还想要嘎我？外边至少有100多个人保护我。老色批正想喊保镖进来，就被我直接冰冻住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跟着老色批算一下总账，让他嘎个明白。樱花国当年侵犯其他国家，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造成了那么严重的伤害，可你上任后却直接修改了教科书，全盘否认了所有的罪行，该不该嘎？你到底是谁？明知排放污水会毁灭地球，你却是第一个提出排放议案的人，该不该嘎？这些都是你们自己排放的污水，既然你这么喜欢排污，那就自己喝个够吧。我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成功嘎掉了第一个目标，至于现场的其他人，事后都会因为冰冻而失去所有记忆，这样可以确保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为了接下来的嘎人行动更加方便，我在樱花首都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一家木雕工作室，海丽、梅雨和唐颖也都来到店里帮忙。他们表面是我的店员，实际上却是帮我打探情报，以便更快的实行嘎人计划。垃圾，下辈子别再做人了。田16，恭喜你完成第一个任务。现在你已经解锁了小兵的所有技能，可以通过冰球随意召唤出大量的水。收到。而与此同时，忠犬废一郎的死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不明真相的保镖冲进案发现场，结果全被富含放射性的小冰之水感染，然后感染急速扩散，导致忠犬废一郎上百人的保镖团队，乃至于整座大楼的住户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次嘎人行动的连锁反应会如此之大，直接带走了几百个樱花人的小命。事件很快引起了樱花国高层的关注，他们委派了全国最牛的刑侦专家樱木纯调查此案。有什么发现？说出来你一定难以置信，死者没有中毒的迹象，没有利器伤害的痕迹，没有服用过任何致幻类药物，尸检结果表明他是被淹死的。淹死的？这里可是18楼。对，这栋大厦并没有配备任何游泳池，而且我也检查了卫生间的水源系统，没有任何损坏，而且死者的位置和卫生间有一定的距离，地上的水只有房间内有，卫生间是干燥的。就算有水，要达到淹死死者的地步，这水早就顺着窗户流出去了，所以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还是放射性物质严重超标的超级污水。这就是这个案子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灵异事件。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灵异事件，只不过是人为伪装的巧妙罢了。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溺水应该是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不可能做到毫不挣扎。更奇怪的是，脸上还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可尸检结果已经证明死者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看看地面上这些水，不可能是死者吐出来的。我怀疑当时他被冰冻住了。冰冻？可现在是夏天啊，哪里来的冰？如果有人把大型冰块运进来的话，肯定会被保镖发现的。马上对忠犬飞一郎的整个家庭以及办公室进行全面搜索，我相信他的死肯定另有内情。可是忠犬飞一郎的身份特殊，我们没有权利搜查他的文件。告诉上面那群老家伙，如果不给我们开放权限，我们就不再管这件破事了。樱木纯不愧是破案天才，他很快就发现忠犬飞一郎生前正在积极准备排污议案，从而判定他的死和排污议案有关。忠犬飞一郎生前因为排污和修改教材等一系列愚蠢的行为，招惹了多如牛毛的仇家，估计全球最少有几百万人想要嘎他。听樱木小姐的意思，好像很讨厌忠犬飞一郎。不是好像，是非常确定，这种败类活着就是浪费空气，实有余辜。那我们不查凶手了吗？不，还是要继续查。虽然我对忠犬飞一郎的被嘎喜闻乐见，但作为一个破案高手，我更喜欢和高智商凶手对弈的感觉。可是死者的仇人这么多，我们怎么查？凶手能在保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嘎人，肯定对忠犬飞一郎的行踪了如指掌，这就需要长期近距离的观察跟踪。樱木小姐，你的意思是凶手很可能就在案发现场周围？而且我有种直觉，凶手的目标不会只有忠犬飞一郎，他就潜藏在这座城市中，而且很快就会再次嘎人。不得不说，樱木纯非但拥有天才的破案思维，更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直觉。樱木纯在靠近我的一瞬间，就对我产生了怀疑。你们是华国人吧？是的。这家店是新开的吧？没错，我们前天刚开业。华国人，前天开业，真巧。美女，你在嘀咕什么呀？对面大楼内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溺亡案，死者在被害前被冰冻过，看到这个冰球，让我想到了他被嘎的情景。美女，你的联想还真奇怪。两位，如果你们想要买东西，我可以考虑给你们打折。但如果谈论别的，我们田先生没这个时间，更没这个兴趣。田先生，你这家店不大，里边美女却不少。美女多多益善，如果能再多你一个的话，就更好了。两位如果不买东西的话，可以离开了。此时的樱木纯万万不会想到，在他怀疑我的同时，我同样把他当成了征服的目标。因为樱木纯这种极品好白菜，我绝不允许樱花国的那些蠢猪们乱捕。樱木小姐，你和这家店的老板第一次见面，为什么会对他产生怀疑？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名叫田先生的人肯定有问题，安排人盯紧这家店。明白。樱木纯对我的怀疑自然不会逃过我的眼睛，但我根本不会把他当成对手，而只是当做要征服的女人罢了。现在我就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继续感染。这一次的目标，响井乐色。响井乐色作为樱花国的高层，非但不认为先辈侵害其他国家的行为可耻，反而把那些丧尽天良的孤魂野鬼视为精神楷模，经常到晋国神策前焚香拜鬼。同时，响井乐色还是忠犬飞一郎的死党，也是排污议案的积极拥护者。既然现在忠犬飞一郎已经嘎了，我就行行好，顺便把响井乐色这个老东西也送去和他团聚。这是系统送给你的第2件秘密武器——鬼火。很好，既然响井乐色这么喜欢焚香拜鬼，那我就干脆把它变成香炉好了。接下来的几天，响井乐色继续干着各种损人不利己的龌龊勾当，却不知无论走到哪都会被我的保镖唐颖严密监视，然后唐颖会把响井乐色的一举一动向我如实汇报。而与此同时，樱木纯也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你是说田16这几天从未离开过雕刻店？对，一步也没有离开过。那他店里的那3个女孩呢？那3个女孩倒是经常外出，有时候是采购，有时候就是随便逛街。必须要时刻掌握他们的所有行踪，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买了什么东西，都要一字不差的向我汇报。明白。樱木纯以为盯紧了我就能找到破绽，可惜他太天真了。我就是要挑战他，征服他，在樱木纯的眼皮底下嘎掉目标，这样能让我更爽，更有成就感。这一次的目标名叫响井乐色，作为樱花国目前最有实权的高层之一，他的保镖团队在100人以上，身边的贴身保镖更是不乏世界级格斗高手，哪怕是一只苍蝇都无法靠近响井乐色10米之内。连苍蝇都吃，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反正全世界都骂我们很恶心，但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现在只要是我想嘎掉的人，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我花了不到1分钟就解决了几10个保镖，
最后都被我吸入空间做了奴隶。这一幕直接把响井乐色这老东西吓尿了。不料他身边爱吃苍蝇的保镖却丝毫没有慌乱。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你到底是谁？我是你华国老爷爷。你是华国人，忠犬废一郎被嘎，是不是也和你有关？当然，我这次来就是送你的主子去地狱和忠犬废一郎团聚的。可笑的华国人，你以为你已经胜券在握了吗？告诉你，现在最少有100个枪口在瞄准你，你完蛋了。可笑的年轻人，真以为我这么好对付吗？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你华国老爷爷。你为什么想嘎我？等会儿嘎你的时候，我会让你打个明白的。明明是你自己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大言不惭？现在给我们跪下，磕100个响头，我会考虑让你嘎得舒服一点，否则我要像吃苍蝇一样把你吃掉。竟然喜欢吃苍蝇，你们这些该死的樱花小矬子，果然够恶心。感谢你们赠送这么多武器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利用他们，将来让你们这个邪恶的国度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我是你华国老爷爷。好了，爱吃苍蝇的恶心家伙，现在轮到你了。现在给我跪下磕1000个响头，再喊1万声华国老爷爷，我可以考虑让你嘎得舒服一点。有种不要使用异能，我要和你单挑。废话真多，当初你们仗着船坚炮利侵犯我们的时候，怎么不和我们的战士单挑？这都是未来被你们污染的海水，放射性物质严重超标，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主子通过了排污议案。既然你是他最忠诚的狗腿子，那就好好品尝一下这些污水吧。恶心的家伙不配待在地球上。于是我直接把爱吃苍蝇的保镖冰冻，然后气化了。而接下来终于轮到老家伙响井乐色了。老东西，现在轮到你了。不要过来，年轻人，你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钱吗？我给你1亿，不是个亿。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是要你的命。而且在嘎你之前，我要亲手毁掉你最崇拜的东西。你是什么意思？这里边供的所有人都是臭名昭著的罪犯，都犯下过丧尽天良的战争恶行，而你却像对待亲爹一样祭拜他们，把这种跳梁小丑般的行为当成作秀。不，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我们大樱花国的英雄。执迷不悟的家伙，既然你把他们当成英雄，那我现在就彻底毁掉他们。对了，突然想上厕所了。你想干什么？既然是靖国神厕，自然就是上厕所的地方喽。于是我在每个罪犯的头上都撒了一泡尿，让响井乐色心目中的英雄们都喝了个够。这种感觉简直爽到飞起。可恶，你竟敢侮辱我们的英雄！我不但在他们头上撒了尿，现在还要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毁掉他们。该试试我的新技能了，鬼虎。不，你给我住手！既然你这么崇拜他们，那就下去跟他们团聚吧。我轻而易举地嘎掉了响井乐色，特意留下了这老东西的躯体，还故意留了一个木雕冰球在现场，这样能让整个事件显得更神秘、更炸裂，以便让我更快地把整个樱花国搅得天翻地覆。当然，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泡妹子。当初我嘎掉第一个目标忠犬废一郎后，樱花国高层立刻委派了破案高手樱木纯调查此案。樱木纯凭借敏锐的破案嗅觉，很快就怀疑到了我身上。而我在见到樱木纯的第一眼开始，就把他当成了要征服的目标。因为像樱木纯这种才貌双全的好白菜，我不允许被樱花国的渣渣们乱拱。田16，恭喜你完成第2个嘎人任务，现在你已解锁鬼火的全部技能。收到。另外友情提醒，不要光想着泡妹子。什么意思啊？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要装傻，你故意在现场留下冰球，不就是为了吸引樱木纯的注意，从而创造见面机会吗？你对樱木纯那点小心思，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可问题在于，你根本不是人啊，你就是个 AI 程序而已。这还是我第一次和系统开玩笑，没想到直接把他气冒烟了。我只是警告你，樱木纯并不是普通人，你小心玩火自焚。放心，他不但阻止不了我的嘎人任务，还会彻底被我征服，成为我的得力帮手。友情提醒，现在距离任务期限还有1个月，还剩3个樱花高层没有解决。放心，3条樱花老狗而已，1个月时间绰绰有余。不出所料，樱木纯和助手很快来到了靖国神策。当然，现在这里已经烧得只剩一点灰烬。面对我制造的诡异现场，樱木纯简直要疯掉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偌大的靖国神策，竟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小撮灰烬。樱木小姐，我认为这是天谴，肯定是天神发怒了，决定要消灭我们樱花国。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天神，
那你怎么解释忠犬废一郎在没有任何水源的情况下溺水而亡，而现在短短几天不到，整个靖国神策又被毁于一旦？还是先说说响井乐色的死因吧。他是被烧死的。什么？被烧死？可尸体表面并没有任何烧伤痕迹啊。是的，尸体表面上完好无损，但里边的脏器无一例外的全被烧焦了。这也太诡异了吧！更诡异的是，响井乐色身边250人的保镖团队全都神秘消失了，包括负责贴身保护响井乐色的世界格斗冠军。联系过他们的家人了吗？都联系过了，没有任何收获。250个人全都像太阳底下的一滴水，彻底蒸发的无影无踪了。怎么会这样？前几天忠犬废一郎的案子，就有几百人被辐射感染，最后全都丢掉了性命。照这样下去，樱花国是要种族灭绝的节奏啊！就是因为想到这些，所以我才认为是天神发怒，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些诡异现象。不行，我绝不能允许樱花国灭亡！你马上调取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监控，同时寻找案发期间出现在神策附近的所有人，争取找到目击者。好的，樱木小姐，我马上去办。可是这真的有用吗？少废话，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灵异事件。这是什么？很眼熟的样子。华国人，前天开业，真巧。美女，你在嘀咕什么呀？对面大楼内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溺亡案，死者在被害前被冰冻过。看到这个冰球，让我想到了他被嘎的情景。美女，你的联想还真奇怪。这个冰球和田16店里的那个一模一样。这2天田16有出过门吗？出过，而且就在昨天晚上。什么？为什么没向我汇报？我是不是说过田16的一举一动必须向我一字不落的汇报？樱木纯对着助手暴跳如雷，却不知这根本不怪他们，因为我早就知道樱木纯派人监视我，所以自然能把监视者耍得团团转。樱木纯不愧是破案高手，他非常沉得住气，并没有直接上门找我对质，而是先调阅了大量的监控，并不厌其烦地找了上百个路人询问情况，企图找到目击者。然而这当然没有任何卵用，因为我每次赶人时都会利用空间传输能力，所以没有任何摄像头能拍到我，更不会存在任何目击者。除非我故意留下线索，否则任何人都不会发现我的任何线索。2天后，被折腾得精疲力尽的樱木纯终于忍不住了，还是直接来到店里找我。而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情况。樱木妹子，看来你这几天很累啊，皮肤状态这么差。放肆，竟敢和樱木小姐这样说话！放肆，你算什么东西，敢对田先生不敬？你竟然动手打人！这次只是小小教训，希望你能长个记性。如果下次再犯，小心我直接拔了你的狗舌头！你们华国人敢在我们樱花国撒野，来人！田先生，如果现在让你的美女保镖道歉，一切还来得及。樱木妹子，我也给你一个友情提醒，如果现在你和你的助手一起给唐颖道歉，事情还不会太糟糕。田16，你太狂妄了！抱歉，因为我有狂妄的资本。给我打，狠狠地教训他们！这怎么可能？他们可都是百里挑一的樱花武士。狗屁武士，在我们华国功夫面前不堪一击。现在轮到你了，助手先生。你想干什么？我提醒你，我可是樱花高层。田先生，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放我的人一马？抱歉啊，樱木妹子，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女人，所以在我这里，你没什么面子。田16，你们太过分了！如果想让我不过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乖乖做我的女人。无耻的家伙，你给我等着！我不管你是谁，在我们樱花国捣乱，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樱木纯一气之下调来了整支1000人的军队，发誓要收拾我。很快，上千名荷枪实弹的樱花士兵蜂拥而来，团团包围了我的木雕店，数不清的枪口齐刷刷瞄准了我和唐颖。田16，现在见识到樱木小姐的能量了吧？我看你还怎么狂！闭嘴！再啰嗦一句，我把你剁成肉饼！赶紧放人，否则我立刻让他们开枪！切，你难道真不怕死吗？我只听田先生的命令，其他人哪怕是天王老子也不好使。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怕不怕死！我数到3，他们马上就会开枪。我只听田先生一个人的命令。樱木小姐，赶紧让他们开枪！1，你们这些人是不是眼瞎了？赶紧动手啊！ 1.5，哼，唐颖，放开他！樱木小姐，你还在等什么？赶紧灭了他们！田16，你一定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给我抓起来 ！OK。
我和唐颖很快被樱木纯抓了起来，并分别关押进了秘密囚室。全程我没有任何反抗，因为这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樱木小姐，田16竟敢在我们樱花国的地盘上撒野，活该千刀万剐。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原地消失？因为我已经基本确定，嘎掉忠犬飞一郎和响井乐色的凶手就是田16。既然这样，那不更应该直接灭掉他吗？你把他们关到这里，岂不是多此一举？灭掉他并不难，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揭开他身上的秘密。狼起命案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难道你不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吗？我明白了，樱木小姐，你是说田16很可能藏着什么黑科技或者特殊异能，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想办法获取他的异能。没错，如果他的能力能被我们所用，对樱花国将是巨大的贡献。不愧是樱木小姐，您太高明了。这两个人事关重大，我需要马上去和高层那帮老家伙汇报，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你盯紧这两人的一举一动，不要放过任何细节。明白。樱木纯以为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就能挖出我的秘密，可是他太天真了。就算是天底下最牢固的监狱也困不住我，因为只要我随便用一下空间技能，就能随心所欲地穿越到任何空间。这是系统给你的第3件秘密武器千仞。收到。现在你不再质疑我招惹樱木纯的目的了。根据你和樱木纯的表现，我已经全盘推算出你的整个计划。目前估算你的计划成功率会在 99.999% 以上。这么精确，不愧是系统。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如果我出现那 0.001% 的失误，会怎样？你会嘎，而且是彻底的灰飞烟灭，永远不再有任何重来的机会。所以友情提示，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失误。虽然系统的警告很严厉，但其实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100%的把握，计划肯定会完美成功。那 0.001% 的失误绝对不可能出现。与此同时，樱木纯第一时间向樱花高层汇报了关于我的情况。这帮高层老东西听了之后，激动的差点集体犯了心脏病。他们认定只要挖出我身上的秘密，就能让樱花国掌握领先世界的特殊异能，于是纷纷到秘密囚室围观樱木纯对我的审讯过程。然而，无论是立功心切的樱木纯，还是把我当成小白鼠的樱花高层们，都万万不会想到已经中了我的引蛇出洞之计。现在还剩3名樱花高层没有嘎掉，一个个解决的话太麻烦，所以我才故意被樱木纯抓到这里，把所有的樱花高层引出来，然后一窝全部端掉。老家伙们，一次性全都见鬼去吧！有什么异常之处吗？刚才监控闪烁了一下，田16消失了，我以为他逃走了，结果不到10秒钟，他又回来了。什么？神秘消失了10秒钟？难道这家伙会隐身术？这没什么稀奇的，我们樱花国的忍术也有这个能力。樱木小姐，拜托你赶紧弄明白，田16到底用的是不是忍术？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所有的能力全都挖出来。计划最关键的部分终于要来了。从樱木纯出现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注定被我彻底征服。田16，以你犯下的罪过，被判1万次死刑都足够了。但是你们不会判我死刑，因为你们想要挖出我身上的秘密。你果然聪明，既然什么都明白，那我们直入正题吧。我最喜欢和美女直入正题。说吧，樱木妹子，你想知道什么？在没有任何水源的情况下，却能让人溺水而亡，一夜之间让整个靖国神策和200多人的保镖团队消失殆尽。我猜你还想知道，响井乐色的尸体表面完好无损，内脏却被烧成了渣渣灰。没错，你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了。田16，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秘密太多，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那就从你刚才神秘消失的那10秒钟说起吧，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使用了忍术？忍术？你们樱花国的垃圾玩意儿，我才懒得用。那你到底使用了什么异能？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把办公室里那3个老东西喊来吧。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还有，你为什么要他们过来？让我把这么大的秘密直接告诉你的话，你还不够资格。那3个老东西才是樱花国真正掌握实权的最高层，让他们过来。立功心切的樱木纯再次中计了，接下来便是最激动人心的猎杀时刻。田16为什么非要见我们？这还用问？我们可是樱花最高层，不管他想要钱还是要权力，我们都可以满足他。有欲望的人肯定就会有弱点，看来田16也不过如此。等一等，万一这是田16的陷阱怎么办？你们可是整个樱花国的最高首脑，安全第一呀！怕什么？这里可是整个樱花国最安全的地方，附近有整整1万名士兵保护，田16就算是神仙也玩不出什么花样。这里可是位于地下1000米的铜墙铁壁，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注定要为他们的无知付出代价。我不但要一次性打掉这3个樱花国的最高层，而且还要让整个樱花国彻底的灰飞烟灭。至于樱木纯，自然马上就会成为我的囊中之物。整个樱花国现在大约还剩 1.2443亿个渣渣，干脆一次性送你们集体归西吧。田16，这3位就是我们樱花国的最高掌权者。我知道，谢谢你了，樱木妹子。为什么要谢我？你是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了。田16，废话少说，你一个花国人，在我们樱花国肆意妄为，简直罪该万死。识相的话，赶紧把你身上所有异能的秘密说出来。作为樱花国的最高层，如果你表现足够好的话，我们不但可以宽恕你，还可以赐予你任何你想要的荣华富贵。田16，你说过只要他们来了，你就会说出所有的秘密，现在该履行诺言了。放心，我们华国人言出必行。那就开始你的表演吧。现在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能力。千仞，那是什么东西？樱花国是全世界最变态、最可耻的国度。你们3个作为最高层，更是作恶多端，根本不配活在地球上。这是怎么回事？田16，你在搞什么？不是想见识我的能力吗？那就好好体验千刀万剐的感觉吧。他们人去了哪里？田16，你把他们怎么了？我在空间里养了几条狼狗，你的那3位高层正好充当狗粮。什么？田16，他们可是樱花国的最高执政官，所以他们正适合做狗粮。樱木妹子，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谢谢你了吧？因为是你把他们带到了我面前，让我省了很大力气呢。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竟然亲手嘎掉了樱花国的整个高层。不，嘎掉的不止他们3个，还有你们樱花国所有的人。你是什么意思？感谢你那3个废物高层，他们的狗命让我的千仞技能得到了提升。现在我要让整个樱花国寸草不生，彻底在地球上消失。田16，我和你拼了！你算什么东西？还想伤害田先生？樱木纯，除非乖乖做我的女人，否则你没有任何和我对话的资格。田16，你知道樱木小姐的真实身份吗？她可是樱花国皇室中唯一的公主殿下，是整个樱花国地位最尊贵的女人。原来是这样，难怪樱木妹子气质这么好。田16，看在樱木小姐身份尊贵的面子上，放我们一马吧，这是我们樱花国最后的颜面了。我说过，除非乖乖做我的女人，否则在我这里没有任何面子。至于你们樱花国本就是猪狗不如的渣渣，有什么资格要求颜面？田16，你太过分了！作为樱花国最后的勇士，我一定要誓死捍卫樱木小姐。制造噪音的家伙，现在终于安静了。樱木妹子，不对，应该叫你樱木公主才对。现在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整个樱花国在地球上消失。不要，求求你，田16，不要这样，放过樱花国吧。求人可不应该是这种态度。你这高傲的樱花公主，连求人都不会吗？跪下。田16，不，田先生，只要你能放过樱花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那就先代表你的祖先，向那些被你们侵害过的华国人忏悔吧。在樱木纯这个樱花公主的忏悔哀求下，我高抬贵手，放过了樱花国所有的漂亮女人，这样可以帮忙解决我们华国老爷们儿的单身问题。至于樱花国的其他人，最后全部化作了金鱼的美餐。樱花国之前不顾国际条约，疯狂的捕杀金鱼，现在是时候还债了。至此，整个樱花国彻底消失在了地球上，整片国土变成了华国人的免费度假村。田16，感谢你高抬贵手，放过了樱花国的女人们。放肆，记住要叫田先生。对不起，我错了。还有，这个世界上早就不存在什么樱花国了。对不起，我错了。最后一个提醒，你没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不准随便说话。对不起，我错了。算了，3位美女，樱木纯之前怎么说也是个公主，你们不要太难为她。从现在开始，就让她给我们担任保姆的职责吧。遵命，田先生。然而没想到，就在我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系统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田16，看来你很懂得享受生活啊。那必须的。怎么，你也想做我的红颜知己吗？你先活过下一关再说吧。什么意思啊？田16，你完蛋了。啥意思啊？为什么我突然被嘎了？这就是你的宿命。如果想改变这一点，就看你的能力了。等一等，这是又要开始新任务了吗？我能不能拒绝？不能。还没等我明白咋回事，就被系统蛮不讲理的传送回了末世爆发前5年。
地点是华国最繁华的都市花城。啥意思啊？你不会送我来旅游的吧？很多坏人得不到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所以导致整个社会负能量越来越多，这也是最终导致末世爆发的重要原因。所以系统需要你用特殊方式惩治那些逍遥法外的恶人。明白了，我会成为复仇者，专门收割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渣。对了，我有什么好处呢？希望你能活着。啥意思啊？我是问，如果我完成任务，系统有什么奖励啊？你执行任务期间，会有一个神秘高手调查你的底细，如果你被发现，就会立刻嘎掉。所以我希望能活着。小意思，不就和当初的破案高手樱木纯一样吗？友情提醒，你的对手同样拥有系统。你说什么？他凭什么有系统？你们是不是一伙的？系统会尽快给你发布第一个任务，希望你能活着。系统既然能给予我各种感人的能力，同样也会给我致命的考验。这其实很公平。从现在开始，我不但要解决那些逍遥法外的烂人，还要对付同样拥有系统异能的高手。真正刺激的挑战终于开始了。为了隐藏身份，我在城市最繁华的路段开了家甜品店。几个红颜知己表面上是我的店员，实际上却是我的眼线，帮我调查目标的行踪。很快，我就收到了系统派发的第一个任务。田16，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3天之内必须完成，否则你会立即嘎掉。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如果有一个坏人落网，你会立即嘎掉。难度突然提升了1000倍吗？喝过水的人都知道，人不可能傻到喝水把自己撑死。然而，这个智商180的富豪却直接把肚子喝爆了。是你第一个发现袭者的？是的，我叫王红，是陈先生的保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我正打算进来喊陈先生吃夜宵，在门外突然听到卧室里传来奇怪的动静，然后我看到陈先生的心肝脾胃肾崩的满屋子，到处都是，差点吓死，然后就赶紧报了警。感谢你的配合，先去休息吧。死因搞清楚了吗？袭者是喝水撑死的。喝水撑死？就用这个水杯？不，这个水杯里是正常的饮用水，但袭者喝下的却是30多种剧毒化学物质严重超标的工业污水。这些化学物质和死者的胃酸发生化学反应，短时间内迅速膨胀，所以才导致袭者的肚子被撑爆。我乐个去，本人从警几10年，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奇葩的洗法。难道你不应该更奇怪污水是从哪里来的吗？对啊，这里可是城市中心的18楼，哪里来的工业污水？我已经检查了室内所有的水源系统，没发现任何被污染的迹象。而且袭者嘎掉的位置和卫生间有一定的距离，地上的水只有房间内有，卫生间是干燥的。袭者在床上躺着，怎么可能会被工业污水淹洗呢？星雅，你确定没有搞错？周队长，请不要质疑我的专业。从袭者肚子爆开的状态以及现场残留的黑水成分可以判断，绝对是短时间内灌下了大量的污水，产生化学反应，自爆而洗。就算是有污水，要达到淹死袭者的地步，那得多大的量啊？难道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床上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而且保姆说过，他在门外听到了哗啦啦的灌水声。看来这一次终于遇到格外有意思的案子了。大头，袭者身份和人际关系都查清楚了吗？袭者陈天被称为最聪明的凡城富豪，智商180。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傻到自己喝水撑洗。他还是陈氏化工厂的厂长，身家上亿。化工厂？没错，有很多人举报他的化工厂排污，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我已经查了陈氏化工厂的排污系统，化学成分和陈天灌下的污水一模一样。太好了，看来这就是突破口。对了，陈天的家人联系到了吗？陈天被嘎时，只有他和保姆王红2人在家。陈天和妻子冯梅2个月前离婚了，现在冯梅正在国外旅游，他们的女儿王媛媛在滨州市读大学，现正在回来的路上。看来保姆王红还需要再查一查。另外，立刻寻找所有举报过陈天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明白了，队长。用如此诡异的方式嘎人，这分明是在挑战我的。不管你是哪路神仙，我一定会抓到你，猎杀你。周队长的自信和勇气令人钦佩，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抓到真凶，因为凶手就是我，田16。陈厂长，下辈子别再做人了。陈天因为建立工厂偷排剧毒污水，导致数百人陆续死亡，上千亩良田寸草不生。但由于陈天拥有180的极高智商，加上财大气粗，连续被多次举报，最后都不了了之。渣子果然心有余辜。
田16，恭喜你成功完成第一个嘎人任务，但他并非污水事件的唯一元凶。我当然知道，这么大的罪行，肯定还有其他同伙。友情提醒，你必须在2周之内查出所有的元凶，然后嘎掉他们。如果有一人落网，你会嘎；如果错杀无辜，你会嘎。你这哪是友情提醒，分明是死亡威胁。还有，同样拥有系统协助的猎杀者很快就会盯上你，我希望你能活着。放心，我永远不可能被抓到。美女们，田先生，该去找下一个目标了。明白。这些全部是举报过陈天的人，这么多。没错，他的破工厂害了太多的人，想要嘎掉他报仇的最少有380多个。我觉得，其实陈天这家伙洗了也是活该。闭嘴！这些话是能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吗？你可是警员，无论死者是谁，我们都要抓住凶手。死者再恶，也不是杀人的理由。好吧，我错了，队长。但问题是，我们查了3天内陈天家中的监控，门口附近的也查过了，从始至终就没有第3个人出现过，痕迹检验报告也出了，根本就没有第3者进入过现场。不能只看案发近几天的，1个月内的监控记录都要看一遍，我还就不信了。这个凶手难道能上天入地不成？我马上就去，队长。星雅，能不能对陈天再次尸检？周队长，尸检报告已经很明白了，陈天的死亡原因就是溺水，这一点是不会错的。我知道，但我想要知道更多的情况。如果陈天是在排污管道嘎掉的话，也就算了。可是，在卧室，我就不信你不怀疑这种死因。这是重新尸检的报告，排除死因之外，的确有其他的发现。什么发现？陈天在嘎掉之前，一定见到了特别恐怖的事情。我仔细看了他的眼神，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所以他一定是在极度恐惧中嘎掉的。正常情况下，看到污水不至于被吓到，除非是他当时看到了凶手。没错，恐怕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说明死者的眼神中为何充满了恐惧。马上调查陈天的通讯录，搞清楚最近和他有过交集的所有人。不得不说，周队长真的是个破案天才。可惜遇到了我，算他倒霉。就在他全力调查陈天案时，马上要有更加诡异的凶杀案发生了。张慧，环保局科员，厂长陈天的远房表姐，利用职务之便帮化工厂隐瞒排污行为，打压举报者。所以，下辈子别再做恶人了。田16，恭喜你完成第2个嘎人任务，小兵技能提升到第2等级。收到，这下可以更愉快的打人了。友情提醒，同样拥有系统协助的猎杀者正在行动，已经距离你越来越近了。放心，他永远也不可能抓到我。然而，事实证明我大意了，我严重低估了对手的能力。队长，我们已经查过死者家内外的监控，案发前1周内，除了保姆王红外，没有任何人进入过陈家。一个厂长1周内没和保姆之外的任何人接触，这不科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进入过陈家，但是巧妙地躲过了监控。谁会这么厉害呢？能躲过所有的摄像头？最熟悉所有摄像头位置的人，比如陈天的家人。可是陈天的前妻冯梅在国外旅游，女儿圆圆在外地上学，他们都不在本地啊。陈天和冯梅为什么离婚？你们查了没有？查过了，据说是因为财产问题。周队，你怀疑冯梅是凶手，可现在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不应该是死者卧室里为什么会出现工业污水吗？饭要一口口吃，先确定嫌疑人再说。你们马上去查冯梅的航班信息，不能他自己说在国外旅游，我们就傻乎乎的全信了。对了，还有他女儿圆圆最近的行动都要查。什么？我知道了，又出命案了，马上出发，金庭大厦地下车库。和陈天的情况差不多，死者是溺水而亡。溺水？这里可是地下车库啊，哪来的水？而且是工业污水。从死者的气管和肺部残留来看，是陈氏化工厂排放的同一批污水。队长，死者身份搞清楚了，名字叫张慧，身份是云保区科员，还有个更可疑的身份，那就是上一个死者陈天的远方表姐。星雅，这2个死者既然都是死于污水，那2者有什么不同吗？陈天是被大量的工业污水迅速灌进食管和胃部，污水和胃酸产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了气体自爆。既然这个张慧也是被污水嘎掉的，那她为什么没有自爆呢？张慧体内摄入的污水有限，死因主要是窒息。从尸体表面特征判断，当时张慧的头部被至少零下20度的冰给冻住了。被零下20度的冰冻住头部，然后被工业污水淹死，这怎么可能啊？我知道这非常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这也太诡异了吧，队长，我突然感觉浑身凉飕飕的，我们是不是遇到灵异事件了？不，作为警员，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大头，抓紧调取案发现场附近的所有监控，还有调查张慧最近的通讯记录。收到。
接连两起如此诡异的命案，这是对我的挑衅吗？陈天的女儿回来了，好，我马上回去。周队长，你们不去找杀害我爸的凶手，一直盘问我做什么？只有你们家属好好配合调查，我们警方才能更快的抓住凶手，希望你能理解。总之，我爸爸是著名企业家，现在他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圆圆小姐，有一点我很好奇，就是你与你母亲冯梅的通话记录，在5天前，你与你母亲的通话记录比较频繁，不说一天好几次的通话，至少每天都有通话。可是从5天前开始到今天，你与你母亲好像还没有通过话吧？警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询问，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回答。我和我妈以前通话的确是比较频繁，但5天前我妈的联系方式忽然没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正打算等我妈回来问问她呢。也就是说，冯梅在5天前就失联了？对，上次通话时她说正在漂亮国旅游，好像要去什么大峡谷探险，所以手机很可能没信号，这也很正常。那我知道了，圆圆小姐，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周队长，你们花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工作要有效率才行，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交代。哼！前妻冯梅这个关键人物越来越奇怪了。队长，重要发现，我查了冯梅的航班信息，只有出国的，并没有回国的。可上次联系他时，他明明说马上就回国。是的，我叫王红，是陈先生的保姆。坏了，刚才忘了问保姆王红的事情了。走，马上去追圆圆小姐。可惜万万没想到，周峰的反应还是慢了一拍。奇怪，刹车怎么不管用了？不要！救命啊！前2个案子还没破，现在就连受害人家属也干了。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几百上千封抗议信。周峰，你这个队长是干什么吃的？局长，这几个案子情况特殊，我不听解释。总之再给你1周时间，如果还破不了案的话，你这个队长就别当了。搞得就像我很想当这个破队长一样。你说什么？我说，我保证完成破案任务。队长，你是不是又挨骂了？少废话，车祸的事情查得怎样了？我检查了圆圆的尸体，没有酒精成分，也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的迹象。这不意外，因为当时他刚离开警局不久，应该来不及喝酒或服用药物。圆圆的跑车我们也检查过了，刹车系统明显被人动过手脚，所以这是一起故意谋杀。那卡车司机的身份呢？就是个普通开大车的，和圆圆没有任何交集，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但不能排除司机被人买凶的可能。查过他最近的收入情况了吗？查过了，并没有突然的大额收入，也没有任何来源不明的资金。对了，保姆王红呢？抓紧查一查案发时他在哪里。不，马上传唤他到局里接受问话。我马上联系他。不得不说，周峰的反应很快，但很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周队，王红的电话关机了，家里的座机也打不通。坏了，马上去陈家。而此时的冯梅正在接受我的审判。你是谁？我是来嘎你的人，王红，应该叫你冯梅才对。你说什么？你和陈天共同创办化工厂，这些年赚了上亿的黑心钱，可排放的污水却害了上百条人命，简直罪该万死。不要胡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叫王红，我只是陈家的保姆。你丈夫陈天发达之后，就开始到处沾花惹草，你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可又因为财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离婚后，你一直觉得不甘心，于是你去了棒子国整容，从冯梅变成了王红。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你到底是谁？你以保姆的身份再次接近陈天，目的就是要报复他，可没想到行动还没开始就被我打乱了。陈天是你嘎掉的？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我帮了你的大忙，所以作为回报，你也必须帮我一个忙。你说你想干什么？我需要你写一封遗书，承认是你嘎掉了自己的女儿圆圆。你说什么？你想要对我的女儿下手？不是想要，而是已经嘎了。圆圆花着你和陈天赚来的黑心钱，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仗着有钱有势，胡作非为，岂有余辜？你这个畜生，我和你拼了！当初为了生意，你把你的女儿当成礼物送给大老板享用，在你眼中，圆圆就是个工具而已。现在却在这里装贤妻良母，可笑至极。你已经嘎掉了陈天，又嘎了我的女儿，就算天大的仇恨也应该扯平了吧？排放污水，害了几百条人命，你们区3条狗命，怎么可能扯平？求求你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行。马上按我的吩咐把遗书弄好，我可以考虑让你搭得痛快一点。既然这样，那就拼个鱼死网破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能不能快得过子弹。
不好意思，这世界上还没什么武器能伤害我。让我没想到的是，警方3人组来得非常快，差点就把我撞上。我们来晚了一步，人已经嘎了。可恶！田16，恭喜你完成排污事件的所有任务，小兵和鬼火技能分别提升到第3和第2等级。怎么样？我的表现还好吧？最后这一招借刀杀人很漂亮，不过友情提醒，别指望这样就能骗过猎杀者。作为同样拥有系统的人，他很快就会怀疑到你。切，我都嘎了4个了，连猎杀者的影子都没见到。友情提醒，千万不要轻视他的能力。万万没想到，我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又嘎了一个，周峰，你太让我失望了。最后3天案子再破不了的话，你马上滚蛋。当初我就不想当什么破队长，还不是你赶鸭子上架。你说什么？我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看来必须要出绝招了。队长，你是不是又被局长骂了？赶紧滚蛋！系统，你给我滚出来！看来我再不出手的话，你马上就完蛋了。队长，这是 DNA 对比报告，袭者王红的真正身份就是冯梅，为了报复前夫陈天，专门到棒子锅整了容，然后以保姆王红的身份靠近陈天。这样的话，和王红留在现场的遗书就对上了。没错，冯梅承认陈天、张慧和圆圆都是他嘎掉的，事后自己承受不住心理压力，烧炭自杀。尸检报告也证明他的确是死于烧炭，尸体上并没有他杀痕迹。天啊，终于遇到一个正常死亡的了，看来我们已经破案了。队长，正常吗？圆圆的被嘎还可以解释为制造意外买凶嘎人，那陈天和张慧呢？2人的死亡方式都如此诡异，王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也是整个连环案中我最好奇的地方。可是队长，现在王红已经嘎了，死无对证啊，我们也没办法让他开口交代了呀。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为结案做准备吧。圆圆开的跑车残骸上有没有王红的指纹？肯定有啊，跑车平时就放在家里，陈家的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张慧被嘎的地方是公共地下车库，案发地点又是监控洗脚，所以王红完全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但没有被拍到。那就妥了，马马虎虎可以结案，我这就去找局长。刚刚还在满腹怀疑，怎么突然就同意结案了呢？搞什么鬼？这完全不符合周队的风格呀。总之案情就是这样，凶手自己嘎了，所以没办法搞清楚他作案的方式。不过想要就这样结案的话，也不是不行。结案，恭喜你啊，周峰，又破了这么大的案子，为我局立大功了。队长，好不容易破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们是不是该放个长假了？放个毛！马上去查这4个被嘎者的通讯记录，在他们被嘎之前的联系人中查找重复的号码。为什么还要查？不是已经结案了吗？笨蛋，周队让我们查，我们乖乖照办就好了。终于开始按我的提示行动了吗？希望你的提示真的有用。放心，有了我的协助，你抓住复仇者的几率在90%以上。那就好。友情提醒，一旦开始系统协助，就默认开启了猎杀者身份，猎杀者和复仇者最后只能活一个，不喜不休。明白，胜利一定会属于我，马上就开启猎杀者身份。猎杀者身份已开启，任务正式开始，倒计时10天23小时59分58秒。本市最近连续发生女大学生被拐事件，多人被骗到缅北遇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提高警惕，谨防受骗。竟然对这么漂亮的妹子下毒手，这群骗子真可恶。那就立刻开始新的嘎人任务吧。还是老规矩，不能滥杀无辜，有任何误伤情况你会嘎，有任何一人落网你也会嘎。够了够了，不用每次都这么啰嗦。警报！警报！严重警报！别这么吓人好不好？到底什么严重情况？有新的猎杀者加入，已经开启系统辅助追踪模式，倒计时10天23小时58分57秒。能抓住我的人还没出生呢。既然他正式加入了游戏，那我正好多嘎几个坏蛋，送他一份大礼。对方还附加了特殊技能，那就是增加复仇者的任务难度。那是啥意思？从现在开始，你执行嘎人任务的难度将会增加5倍。此时我完全没意识到难度提升5倍的概念，可没想到很快就因此吃了大亏，因为系统早就给我埋下了一颗恐怖的定时炸弹。队长，你太厉害了！我们查了4名死者死亡前的所有通信记录，果然找到了一个重复的可疑用户，就是这家甜品店。也就是说，4名死者都和这家甜品店发生过联系。没错，陈天、圆圆和张慧都曾打电话到店里订过蛋糕，而王红则是直接去过店里买东西。
我已经悄悄去这家可疑的甜品店看过了，里边有3个女店员，都是绝色大美女。不要脸的家伙！你这个笨蛋，不会打草惊蛇了吧？没有，放心吧，队长，我又不傻，我只是悄悄去看了一眼而已。从现在开始，不经我允许，千万不要和这家店有任何接触。明白。系统辅助果然好用，可恶的复仇者，我来了！而与此同时，我已经盯上了女大学生被拐事件的第一个元凶。菲菲姐，你说的那个工作是真的吗？学妹、学姐，我还能骗你不成？你看我像骗子吗？可是我听说最近有好多骗子，我真的很害怕。你都知道我住在哪里，我家你也去过，这种情况我怎么可能骗你呢？到时候你一报警，我这不就立马被逮捕了吗？喂，刘经理，怎么了？人都招满了，明天早上就出发。那好，我现在就准备一下行李。这些人可都是我的好姐妹，我当然要跟着一块儿去了。我必须亲眼看着他们入职才放心。怎么了，学姐？人招满了？人昨天就招满了，明天早上就出发。没办法，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学姐，你不是说我也行吗？我比他们都要漂亮。学姐，你就多带我一个吧。学妹啊，你刚才一直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现在人家都准备出发了。求求你了，学姐，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那好吧，我再和刘经理沟通一下。走吧，我带你去见他。谢谢学姐。可恶的女骗子，同样的套路，到底祸害了多少女大学生？遇到我，算你活到头了。全球79.9%的生物突然变成了残暴嗜血的可夫丧尸，侥幸活下来的人类在可怕的末世中艰难求生。我为了女友苏美红出生入死，可她却勾结奸夫，抢光了我所有的物资。蠢货，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价值了。田16，你的女人和物资都是我的了，你去死吧！你们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一个是我信任的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自始至终不过是我脚下的一条舔狗而已，蠢货！给我打！我被打成重伤，然后变成了丧尸的美餐。幸好关键时刻，我突然重生了，穿越回了末世爆发前的1个月。而我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又是奸夫假路人。田16，你小子一惊一乍的干嘛呢？正好我饿了，给我买俩肉包子去。田16，你疯了吗？为啥一睡醒就打人？老子有起床气，你不知道吗？这蠢货该不会是发现我和苏美红的秘密了吧？之所以没有直接嘎掉这混蛋，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上天既然给了我报仇的机会，那我就肯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让苏美红和假路人这对狗男女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这是假路人假公济私贪污公款的所有证据。之前我把假路人当朋友，现在却没必要再包庇他了。首先就是要让他丢掉工作，尊严扫地。假路人，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马上滚蛋！在我的举报下，假路人不但丢了工作，而且被全行业封杀，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而与此同时，我又打通了苏美红的电话。田16，大中午的你打什么电话啊？不知道我正在午休吗？出来见个面吧。见面干嘛？有什么事情不能现在说吗？我给你准备了惊喜。惊喜？该不会你买了上次我看中的那个包包吧？你来了就知道了。那好，你现在在呢？我马上过来。犬舍。之前我还没有落魄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尤其喜欢驯养各种大型恶犬。而现在，这些恶犬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田16，为什么要来这个破地方见面啊？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讨厌这些狗东西。它们虽然是狗东西，但比人类可爱多了。毕竟它们很忠诚，不会背叛对自己好的人。反正我不喜欢这个破地方，万一被这些狗咬了，有你好看的。放心，我养的这些狗不会乱咬人。好了，田16，你到底叫我出来做什么？不是说给我准备了惊喜吗？我的包包呢？是有惊喜，但没有包包。田16，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平白无故的竟敢打扰我睡午觉，你是不是疯了？别这么着急，你的惊喜马上就到。你看，已经到了。田16，你这个混蛋竟敢告发我，害我丢了工作，还被封杀。你说什么？老贾，你被开除了。没错，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苏美红，你现在后悔背着我和他乱勾搭了吧？田16，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们勾搭在一起，
而且就连你们什么时间去了什么酒店开房，全都一清二楚。田16，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如果我说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你信吗？狗男女，现在是时候让你们付出代价了。好啊，田16，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没必要再装下去了，老子现在就嘎了你！卑鄙无耻的败类，只配当狗粮。就这样，假路人成了狗子们的美餐，也算是这个人渣发挥了生命的最后一点价值。16，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落魄之前一直把你当成公主宠着，即便落魄之后，我也是尽我所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可是你自始至终只是把我当成一条舔狗而已。我错了，16，求求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我吧。你这样的渣女有什么资格活着？重生后的第一时间，我终于让这对狗男女当了狗粮。这两个人的莫名消失肯定会引起警方的追查，可那又怎样呢？1个月后恐怖末世就会爆发，所以不管警方怎么查，我根本就不在乎。田16，田先生吗？我是负责你父亲遗产分配的律师，请问今天方便回家处理这件事吗？方便，我马上就到。田先生，你后妈他们都在里边等你，看上去他们对你父亲留下的遗产势在必得啊。那我一定让他们得偿所愿。没想到除了后妈王丽和她不争气的亲儿子田250外，范建竟然也来了。上一世就是这个可恶的家伙联手王丽吞掉了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家产，害得我在末日前1毛钱都没得到。我们母子俩后半辈子的幸福就靠你了。就是啊，范叔，只要你能帮我们拿到那200亿的股份，我立马改口管你叫亲爹。你们就放心吧，田16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废物，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16老侄子啊，按说这是你们田家的家事，本来这种场合我是不该来的，但毕竟我是你父亲生前最好的兄弟，所以就特意来做个见证。范叔辛苦了，您对我们家的事情还真是用心啊。应该的，应该的。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王丽女士、田16先生还有田250先生，我是田氏集团董事长生前委托的律师陈刚，下面由我来公布他生前立下的遗嘱。陈律师，直接说，老头子给我留了多少钱？你闭嘴！按照田董事长的遗嘱，如果他发生意外，就将他本人名下所有财产分配如下：由田16先生继承集团价值200亿的所有股份。什么？那我呢？王丽女士和田250母子共同继承别墅2套以及存款20亿元。这不可能，陈律师，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是遗嘱的文字证明和视频证明，王女士，您可以自行查看。有没有搞错？凭什么田16独享200亿的集团股份，而我却只有区区的20亿？好了，遗嘱已经公布，接下来我和公证处人员会负责监督执行，还希望各位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等一等，这太不公平了，老范，你可得给我们娘俩说句公道话呀。陈律师，股份交接事关重大，田董事长不在了，我作为集团第2大股东，觉得有必要先通知其他董事会成员，以免集团内部产生矛盾啊。这可是按照田董事长的遗嘱，何况田16一直在外求学，根本不熟悉集团内部的情况，平时集团的事务都是由王丽母子在打理，所以还请给我们多留出点时间处理一下，你说呢？16？对呀，16，只怕你突然接手，集团内部不服，小妈我先给你铺路，毕竟你也不想看到你父亲一手创立的集团发生什么变故吧？这3人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集团好，其实就是想独吞财产。现在这帮人表演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该我了。其实呢，你们仨根本没必要这么费劲。集团既然都是后妈和弟弟在打理，那我就不参与了。那16，你的意思是？不如这样，我来继承别墅和20亿存款，而那200亿的集团股份都留给后妈和弟弟好了。田16，哥哥，我的亲哥，你说真的吗？16啊，你不会再跟我们开玩笑吧？老侄子，我和王丽可都是你的长辈，随便开玩笑可不礼貌啊。你们不用紧张，如果不相信，陈律师在这可以做个见证，只要你们同意，我可以立马签协议。真的吗？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反正你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分都是你们的事。不过如果按田16说的办，的确能省去不少麻烦。等一等，田16，你还有没有其他条件？当然有条件。第一，20亿存款，12小时内必须打到我的账上。没问题，我保证10个小时内肯定到账。
第二，这套别墅平时都是你们在住，所以我就不要了，我只要紫金山上的那一套。但是作为补偿，你们再给我5个亿，外加1辆车。如果能做到，现在立马签协议。没问题，我同意。妈，紫金山那套别墅可是给我买的，刚装修好还没住呢。我可是给我朋友们都许诺了，这几天要带他们去开 party 呢。你个笨蛋，给我闭嘴！有了200亿的集团股份，想要什么别墅买不到？200亿换20亿，田先生，你真的决定了吗？对，我已经决定了。陈律师，我们现在就签协议吧。你的账户收入现金25亿元。这群人都以为我脑抽了，白白送给他们这么大便宜，却不知1个月后就会爆发恐怖末世，到时候集团股份一文不值。而我则可以利用这20多亿的资金，在末世到来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至于这群害死我父亲的人渣，一个都别想逃。小丽，恭喜你啊，从此你就是100亿富婆了。多亏了你老范的帮忙，我们母子俩都不会忘了你的功劳的。田16不光把我刚买的豪车开走了，还把紫金山的别墅也给要走了，那可是我费了好大心思装修好的，我1天都还没住过呢。你个傻孩子，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我们有了200亿，什么别墅买不到啊？还有25亿的存款全都给他了，1个星期后我怎么去参加海天盛宴啊？我都已经在朋友面前发下海口了，今年主打的末日版的豪华游艇和越野房车我都要拿下的，我可不能丢了面子。你个不思进取的玩意儿，就知道贪图享乐！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只是没想到你那死鬼父亲居然留了这么一手，差点就把我们坑惨了。幸好啊，田16那小混蛋胸无大志，废物一个，自愿放弃了这200亿的集团股份，要不然啊，事情还真有点棘手呢。儿子，妈可都是为了你好，等把集团稳住了，咱们再慢慢收拾田16那小混蛋也不迟。我不管，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夺走。田16从小到大他都抢不过我，这次也休想，我一定让他把吃到嘴里的每1分钱都给我原原本本的吐出来。老范，你那边处理的怎样了？放心，只要股权一到手，那边就可以全部收购，钱一到手，我们就移民。大白天的别动手动脚，小心被儿子看到。怕什么？早晚都得让他知道，他可是我的主。现在25亿现金已经到账，接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这栋别墅改造成坚不可摧的末日堡垒。帮我找最专业的建筑改造师，我要对整栋别墅进行升级改造。时间不长，全市最有名的别墅改造专家就来到了我面前。让我惊喜的是，她竟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基本要求就按刚才电话里说的，按照末日庇护所的规格打造，越牢固越好。巧了，田先生，我也是个资深的末日小说迷，一直都想打造一个末日堡垒呢。那太好了，咱们一起参观一下别墅吧，顺便说说你的想法。欧阳不愧是建筑学的高级人才，他的很多改造理念都让我惊叹不已。欧阳小姐，你的想法非常棒，不过我有一点很好奇，就是感觉你对建造庇护所很熟悉的样子，你之前设计过吗？这倒没有，不过我是个末日重度爱好者，没事就喜欢胡思乱想，设计一些末日城堡什么的。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我还专门学了搏击和野外生存呢，就为了防止末日，说不定哪天就来。有备无患，很好，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只是胡思乱想而已，不像田先生您真的有魄力直接实干啊。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按我刚才的想法改造的话，你要耗费一大笔钱，恐怕1个亿都不止。我的预算是10个亿之内都没问题。欧阳小姐，你的想法很合我意，我想你能不能抓紧给我出一个全面的施工设计图，合适的话我们就马上开工。没问题，我这就叫工人来量尺寸，然后马上出施工方案和设计图。从这一刻开始，我决定把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孩发展成我的末日同伴。这倒不仅是因为她漂亮，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恐怖末世中，拥有能力强大而且能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田先生，工人很快就到。那我先转给你一部分定金吧。银行卡到账6.666亿元。如果到时候钱不够用的话，我随时再转给你。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20天之内必须完工。田先生，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把这栋别墅当做自己的家进行改造，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您就放心吧。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一般都不会骗人，我100%相信你。放手去干吧。接下来的几天，别墅改造工作非常顺利的进行着，而我和欧阳的关系也迅速熟络了起来。这才知道欧阳还是建筑大学的高材生，于是每天工作结束后，我就开车把他送回大学。欧阳，你有时间的话，想一想末日应该准备哪些物资，列一份清单给我。末日物资清单，田先生，你玩真的呀？当然，末日堡垒都准备了，当然要准备物资啊。好的，田先生，我今晚仔细想想，列好了清单就发给您。进学校吧，拜拜。那不是我们的小花欧阳吗？怎么被一个男人开车送回来了？切，明显被包养了呗，仗着有点姿色吃青春饭了呗。话说那是什么车啊？宝驴出新款了吗？不必，那可是限量版豪车，能买100辆宝驴的。是吗？果然，欧阳那样的极品校花，我们这些穷屌丝够不着啊。哼，欧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要钓个更有钱的，踩死他！现在距离末世爆发只有不到半个月了，我必须抓紧时间，开始疯狂囤物资。小兄弟，看看需要点什么？这是我列的采购清单：大葱1万斤，黄瓜2万斤，西红柿3万斤。小兄弟，你是来捣乱的吧？银行卡到账250万元。兄弟，不，这位老板，你玩真的呀？这只是第一批，接下来我最少还要采购1亿元的蔬菜类物资。老天啊，1个亿的泼天富贵啊！老板，我们家的东西最全了。老板，我们家的蔬菜最新鲜。大老板，从我们家采购吧，我们全体员工竭诚为您服务。接下来的几天，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被运进别墅，这栋末日堡垒的物资迅速变得充盈丰富了起来。田先生，即便有一天末世真的来了，这些物资也足够你坚持100年了。不是我，而是我们。如果末日到来，你一定是我最信任的伙伴。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我请你吃饭怎样？好啊，那就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太好了，那我们就去金庭饭店，那里的菜超级好吃，还实惠。听你的，上车。从这天开始，欧阳的芳心正式被我捕获了。可万万没想到，接下来我们却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恶心的人。就这些吧，麻烦快一点为我们上菜。帅哥美女，你们真有眼光，点的这些菜都是我们店里的招牌美食，特别是黄金蟹肉包，今天只剩最后1份了，你们的运气真好。这个黄金蟹肉包怎么还限量供应啊？因为它太好吃了，每天都不够卖的，等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好，美女点的东西肯定差不了。然而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最后一份美食却要被别人抢走了。这份蟹肉包是哪桌的？62号桌那对帅哥美女的。把这最后一份黄金蟹肉包让给我们吧。可是这个我做不了主啊，是62号桌客人早就订好了的。切，早订好了又怎样？我可以花双倍的钱买下来，200元够不够？抱歉，这我真做不了主，要不你直接去跟那对帅哥美女商量一下吧。好，我倒看看我想要的东西谁敢跟我抢。对不起，帅哥美女，这位小姐想要。喂，这份蟹肉包是你们点的吗？是的。咦，榴莲同学，你也来这吃饭啊？好巧啊。对，真稀罕啊，我们学院的大校花居然和一个男人单独吃饭。他是你男朋友吗？哦，不是，只是一个普通朋友。普通朋友？我马上就让你看到我的不普通。欧阳同学，我今天想请我男朋友来尝一尝蟹肉包，可是来的有点晚了，最后一份被你们要走了。你也知道，我男朋友是蔬菜批发公司的大老板。我知道。我男朋友天天吃星级酒店吃腻了，所以我特意带他来换换口味。欧阳同学，你看能不能给个面子，把这最后一份蟹肉包让给我？不好意思啊，榴莲同学，我今天也是特意带我朋友来这里品尝的。欧阳同学，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把菜让给我，今天就算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我男朋友这边要是有什么装修的活儿，肯定介绍给你。哼，明明自己嚣张，还说别人小气。欧阳这同学不咋地呀。榴莲同学，我这位朋友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我就想让他品尝一下这道菜。你可以问下我朋友的意见。喂，既然欧阳大校花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那么把菜让给我没问题吧？当然有问题啊，凭什么让给你？你算哪根葱？你，看你穿的这个穷样，肯定是头一次来这样的饭店吃饭吧？平时肯定连3个菜都吃不上吧？榴莲，你太过分了吧！我说欧阳，你也是的，前几天不还找了个开豪车的吗？是不是被甩了才找了这个穷光蛋？够了，你算什么狗东西，在这满嘴喷粪？看你穿的骚里骚气的，是专门跑出来钓大款的吧？你什么你？趁我还没发火之前，赶紧滚蛋，别打扰我和欧阳大校花吃饭。榴莲被我对得差点噎死，但为了讨好自己的大款男朋友，她决定痛下血本。哼，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们这些低等级的人计较。服务员，这份蟹肉包多少钱？60元一份。好，我出10倍，这是600，这份菜我买了，这总行了吧？不行，把你的臭钱拿走，滚蛋！什么？这可是600块，你一个月能挣到这么多吗？榴莲，你看不起谁呢？你知道田先生是什么身份吗？欧阳，我的身份没必要让一只苍蝇知道。什么？你敢说我是苍蝇？服务员，把我们的菜放在桌子上，然后麻烦把这只嗡嗡乱叫的苍蝇赶走。我男朋友可是这家店的黄金会员，我看谁敢动我，你们俩简直是给脸不要脸。今天我要让你们这种低等人记住，得罪上层人是什么下场。怎么了，榴莲？谁惹你生气了？周哥，你来的正好，这个穷鬼竟敢骂我是苍蝇，我不管，今天不把他嘴打烂，我跟你没完，你可一定要帮我出气啊！榴莲，你太过分了，恶人先告状，血口喷人。我过分？臭婊子，真把自己当校花了？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了个穷鬼男朋友？低贱！你太可恶了！天啊，最少比榴莲漂亮10000倍啊！你算什么狗东西？一只苍蝇也敢侮辱我的朋友？你敢打我？周哥，你看这个穷鬼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快给我收拾他啊！当我的面打人，我看你小子是不想活了。周老板，你想怎样？哎呀，原来是田老板，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没认出来，是我这张臭嘴该打。哼，认不出来很正常，毕竟我只是个穷鬼而已。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计较啊！您要是穷鬼，那世界上就没有富人了。我只是没想到田老板您这么大的人物，怎么会屈尊来这种小店吃饭啊？就像你这位女朋友说的，我这种穷鬼一个月都挣不到600块，低贱得很。来这种地方吃饭已经很满足了。这田老板，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榴莲同学今天非要买下我们的肉蟹包，我们没同意，他就侮辱我和我朋友，你觉得这是误会吗？你个贱人，吃个饭也给老子整出事来，真是个扫把星，惹祸的玩意儿！周哥，你竟然为了一个穷鬼打我！贱人，你敢说田老板是穷鬼？他可是我最尊贵的大客户，昨天刚刚给了我1个亿的订单。什么？1个亿的订单？你个蠢货，傻娘们，赶紧给田老板和这位美女道歉，否则我马上把你弄到海天盛宴去给人当玩具。不要！马上道歉，立刻，马上！对不起，田老板，是我狗眼看人低，冒犯了您，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觉得你更应该向我的朋友道歉。欧阳同学，对不起，是我下贱，求你看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吧。算了，你以后好自为之吧。贱人，你应该感谢田老板和欧阳小姐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这只臭苍蝇一般见识，赶紧滚蛋，别在这碍眼。田老板，欧阳小姐，真是对不住啊，是我不好，让只臭苍蝇打扰了你们的兴致。为表歉意，这顿饭我请了。周老板，等一等，你刚才说的海天盛宴是什么玩意儿？田老板，你连海天盛宴都不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国外，所以不是很清楚。难怪呢，这海天盛宴呢，就是一些奢侈品公司联合举办的交易展览会，只有财大气粗的上流人才能参加。哦，原来是这样。对了，今年的海天盛宴主打一个末世主题，还有7天就举行了。末世主题？对，据说很多大厂推出了末世版的房车、游艇等高科技玩意儿，都要在这次的海天盛宴上拍卖呢。还有不到半个月，末世就要爆发了。如果能弄到末世房车和游艇，简直太完美了。对了，
到时候还有人形玩具哦，你懂的。什么玩具？我不懂。这里不太方便详细说，咱俩加个好友，稍后我给您私底下汇报。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再见。老板呢？马上给老子滚出来！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在你们的饭里吃出了2只苍蝇、3根头发、4颗老鼠屎。天啊！你们这哪是开饭店，明明就是图财害命！这不可能吧？你算什么东西？不配和我说话！马上去把你们老板娘喊来！快去快去，否则把你这破店拆了！想找茬就明说，何必搞得这么复杂？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也是主厨，所有的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没想到老板娘这么漂亮。那正好啊，楚老板，我在饭菜里吃出这么多脏东西，你看怎么办吧？我敢保证，我们店的饭菜不会出现任何卫生问题。而且我们这里装了很多监控，至于脏东西怎么来的，一查便知。你特么废什么话？想找揍是不？你凭什么打人？楚老板，我不跟你废话了，赔钱5万块，少一分，我不但要打人，还要把你这破店给拆了。5万？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叔叔主持公道。谁允许你报警了？我看谁再不老实，当心我刀子不长眼。你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楚老板，我跟你明说了吧，今天要是不赔钱，我跟你没完。如果在末世中能有楚优这么好看的厨娘帮我做饭，简直太美妙了。所以，要不你考虑一下，陪我几天也行。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松开你的脏爪子，10秒钟内滚蛋！你是从哪冒出来的？是在跟我说话吗？你以为我在跟狗说话吗？你竟敢骂老子是狗，老子削死你！等一等，这里太挤了，咱们出去练练怎样？好啊，看老子不废了你！烂梨，打电话摇人，赶快来金庭饭店，人越多越好。田先生，你这是想干什么呀？没什么，正好我去活动筋骨，你在这等我，1分钟就回来。记得帮他叫急救车。之所以干架要躲着人，是因为我不想表现得太不惊世骇俗。毕竟我在残酷的末世中挣扎锤炼了3年，刀口舔血，嘎人如麻。眼前这群小虾米，在我看来不值一提。给我打！欧阳小姐，你男朋友到底什么人物啊？居然主动和这帮地痞无赖叫板。田先生，他是个非常神秘的人。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报警了，他们很快就……田爷爷，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以后再也不敢了。算了，你们自己打电话叫急救车吧。谢谢田爷爷。田先生简直太帅了。楚老板，这是砸坏桌子的赔款。放心，这辈子他们再也不敢招惹你了。田先生，你到底是何方高人啊？为表示感谢，请到我办公室喝杯茶怎样？从这一刻开始，我有了第2个红颜知己，也是末世爆发后的第2个伙伴。看着墙上这么多的荣誉，我确定自己找对了人。能有楚优这么性感漂亮的御姐当我的厨娘，末世生活一定会很快乐吧。田先生，今天你帮了我大忙，感激不尽。今后您和欧阳小姐来我店里吃饭，一律免单。不，免单的话我就不来了。饭钱你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只要是你亲手做的就行。当然，我知道田先生你也不是在乎钱的人，我保证从此您不用排队，第一时间就能吃到我亲手做的饭菜。原本我还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大厨能做出这般美食，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因为姐姐你太漂亮了，我认为世间一切美的东西，一定是由美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个田先生真的是又帅又会说话。对了，楚姐，我还有件小事需要楚老板帮忙。田先生，您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您尽管说。这几天我想多储存一些美食，所以按照你店里最好的套餐，给我做上1万份吧。什么？1万份？田先生，你在开玩笑吧？银行卡到账250万元。这是定金。现在距离末世爆发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到时候丧尸遍地，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不过现在我的末世堡垒已经改造完毕，红颜知己和战斗伙伴也都已到位，接下来是该准备战斗武器和交通工具的时候了。而即将开始的海天盛年正是最好的机会。田老板，我不知道你为啥对末日装备如此感兴趣，但是这次的海天盛宴绝对会满足你的所有需求。装甲战车、末日游艇都是科技大厂的高端玩意儿。这个海天盛年到底要怎么参加呢？需要身价30亿以上的人才能进入，而且需要专门的邀请函。我已经帮你搞到邀请函，不过你要想购买装备的话，得做好烧大钱的准备。
谢谢你了，周老板。接下来要准备各种高科技装备，我要靠他们在末世中开疆扩土，做至高无上的王者。然而没想到，就在海天盛宴的大门口，我又遇到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田250。田16，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管干什么都跟你没关系吧？这里可是海天盛宴，只有身家30亿以上才有资格进。你个傻帽，最近花了好几个亿买物资，现在早就没剩几个钱了吧？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田先生做什么？跟你有关吗？哇哦，好漂亮的妹子！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跟田16这个傻帽可惜了，以后还是跟我吧。我现在可是田氏集团的少东家。没错，田氏集团，你知道什么概念不？那可是市值200多亿的大龙头。管你什么少东家少西家的，没兴趣。妹子，你跟着这个傻帽肯定会后悔的，我这边随时欢迎你啊！让开，好狗不挡路。保安，这傻帽就是个穷光蛋，千万别让他混进去哈。先生，请问您有邀请函吗？对不起，尊敬的黄金会员，田先生请进。这怎么可能？田16怎么会有邀请函，而且还是黄金会员？我猜他肯定是偷的，也可能是花光了所有的钱买来的。有道理，他就算进了这个门，也注定低我一等，看我不玩死他！